唐天宝14载，安史之乱兵起犯人，唐玄宗弃城而逃。宦官陈敬边留守长安，不料陈敬边转身就投靠安禄山，长安陷落，暗跌群起。此番守城之战大胜，唐军败退，魏夫人，您功不可没呀！我这点小小的功劳算得了什么呀？全靠陈公您手眼通天，运筹帷幄呀！暗夜流萤图，值此家宴，能否将您手中的暗夜流萤图，且魏某一观？此乃坊间传说，咱家手上何时有那种东西啊？魏夫人说笑啦，哈哈哈哈。是摘金堂，有人踩了机关。慌什么？李陵，卑职在。留活口。是。王头，在。还不去帮忙？是。追！是是。快追！追追追！徐某，站住！滚回去！闲杂人等回避。李从事，你这就不地道了，都是一起追过来的。我们王长是交代，要搜可以，先画地盘。不然人抓住了算谁的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也好，若是这字面朝上，地方随你们挑。救我！小心！官爷何事啊？你可曾见过一个贼人？未曾见过。是吗？给我搜！是。叫什么？弄玉。打哪儿来？单州。做什么？开医馆，治病救人。通关文牒。你一个女子，不在西边好好待着，这里兵荒马乱的，来长安做什么？官爷，这是哪儿的话？我听说现如今长安在大燕国的治理下，人人都过上了好日子，所以才千里迢迢的过来。这上面的人是你吗？正是奴家。好啊。那根据通关文牒的记载，在你的后颈处应该有一处朱砂痣。你怕什么？
看通关文牒的倒是有，想看朱砂痣的，你倒是头一个。这通关文牒是不是你的我不知道，但这匕首一定是你的。我一个弱女子，身处异乡的，万一遇到歹人，我有刺枪才能保住贞洁，这有错吗？别动。还真有。这边好像有动静，李同事有发现。打开看看。是。别动！都说了不叫你们碰，都是些入药的虫蛇，咬到人怕是没事，要是给我弄丢了，有钱你们都没处赔。江湖巫医，歪门邪道。我们走。爷，慢点儿。报告陈公，属下无能，让那飞贼跑了。属下与弟兄们翻遍大街小巷寻了飞贼，可王从却派着手下一路跟随，大呼小叫，扰乱视听。属下怀疑那飞贼早就被他们藏起来了。属下气不过上前理论，魏府的人却说我阻扰搜查，为的是与王从争功。是真的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哎，这好不容易才得了点闲，你就让我听会儿曲不行吗？下去吧。是。石原、童鸾，继续吧。来都来了，就别在外面站着了，进来吧。你怎知我要来？我不仅知道你要来，我还知道你和他是同伙。决定救这少年也是我临时起意，只是当时事态紧迫，慌乱躲藏难免会有痕迹。我想着寻个机会把那血迹擦了，没想到你倒是先我一步，真是好手段。果然，好手段比不过好眼力。你叫弄玉是吧？你为什么冒险救他？如果我跟你说，他和我弟弟很像，你信吗？哼。那我就换个说法。医者仁心，见死又岂能不救呢？如此，多谢。不过人我还是要带走。人你带不走，出了这个门，他必死无疑。你什么意思？谁叫我只是歪门邪道的江湖巫医？难说我刚才给他用的药里有没有下毒，而且这个毒只有我能解。小娘子看来这是有所求啊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进陈府见陈靖边，而你会帮我。你做梦！你没得选。
者斩，临阵脱逃者斩，违抗军令者斩。君不见长安道，一回来，一回老。从此长安无故里，故里从此别长安。爷，卦象如何？离火主变，力从西来。这是好期安，爷。要有喜事儿。报，爷，李从是回来了。抓到哪个贼人了？不是贼人，是个女人。女人？疼。怎么，现在知道疼了？我只有把你捆得像犯人，才能带你去见成功。我说你可以捆我，但是没让你捆这么紧吧？我不把你捆紧点儿，一会儿见到成功，行刺怎么办？走。李玲，让你去捉贼，怎么带回来个女人？这小娘子身份可疑，在她的住处发现了血迹。这位女上官，奴家冤枉啊！奴家本是个郎中，在怀元坊开了家医馆，这平日里病人进进出出的，难免有些个外伤流血的。对了，城外正在打仗，那些病人也时常来我这里诊治，这屋里屋外的，难免有血迹，可不是奴家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！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呀！奴家真的是冤枉的。这李从事，他硬是不信，他还用枪将奴家绑到了这里，真是吓都给人吓死了。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打哪儿来？老实讲。小女名叫弄玉，从单州来，从小学医，曾游历西域，刚来长安不久。哦，打西边来。你一介女流，真的是郎中？若不信，我可以证明自己。这屋里的药香有川芎和茱萸的味道，这两种药材时常用来治疗头风。奴斗胆猜测，也有头疾。爷夜间可有失眠盗汗？你又是如何得知？这药方虽可缓头疾，可不能根治，长久用下去还会对身体有害。这么说，你有好的法子？奴斗胆为成功号脉。成功，万万不可！此女来历不明，近身恐有危险。李从是何出此言？成功圣尊岂容侵犯？用不着近身，奴一样可以为成功号脉。此话当真？还真是奇了啊！早年咱家在宫中也只见过一回，云圣手为贵妃娘娘悬丝诊脉。爷的病情奴已了然，奴这就去为爷配药。李陵在，从旁协助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你的药最好管用，不然这怀元坊的医馆里再也没有女郎中。
迎来了。二位贵人，买药啊？喂，这家行吗？凭李从师安排。二位贵人，里面请。来，好，赶紧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。好，伙计，快给贵人上茶。好嘞，来了。您喝茶。贵人，这上面有2副药，我得到后面去拿。到后面去拿啊？你这个药不会掺假吧？若是贵人不信，可随我一步到后堂，亲自查验。好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你那个小兄弟的药方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一并抓了吧。放心，只要我不说，没人知道李从是你假公济私。好茶呀，好茶，不愧是陈宫面前的红人，我这也算是跟着秃子走夜路，没少沾光啊！你说什么？阿七在他那儿？怎么会这样？眼下城门都被封了，街道上又全是暗卫，阿七又急需治疗，我们就是想动也动不了啊！那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没说，只是说了要进陈府。好了吗，李从师？这药好了，我还得拿回药馆煎，煎完了还得再送过去。这陈宫的药可马虎不得。不会是陈靖边的仇家，以献药为由，要杀了他吧？这暗夜六阴图还没拿到，陈靖边千万不能出事啊！这我自然晓得，不过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哎，好，来，保重。我来吧。好苦啊！你给他吃的什么？五毒夺命丹。是糖渍话梅，好甜啊！谢谢玉姐姐。谢我倒是不必了，回头告诉你那位林哥，别再对我横眉立眼的。走吧，回头还要给陈宫送药呢。那你先休息。甜。爷，玉大夫的药煎好了。爷，拿银针试过了，没有毒。你给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药里动了手脚？爷，爷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爷，你到底给陈宫喝的什么，让陈宫痛苦不堪？若是你动了半分手脚，让陈宫有丝毫闪失，现在就要你身首异处。弄玉何在？爷，爷，奴家在。陈宫，弄玉啊，
你当真好本事啊！啊，爷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这口中先是苦后是涩，最后由山潭之气转为回甘，霎时间神清气爽，这头像是开了窍似的。哎呀，对呀，咱家的头竟然不痛了。弄玉，你到底用的什么神仙灵药啊？其实也不是什么神仙灵药，只是这药引子有些特别。哦，药引子。弄玉，来走。弄玉并非卖弄，只是早年间在西域尝遍百草，这年深日久进入机体，其中难免有几味珍贵的药材，中原难得。方才正是以血入饮，终得成效。好一个以血为饮！原来你是把自己当做一味药献给了我，让这苦口之物也变成了玉露琼浆。我道此物为何如此神奇？原来关窍就在这里。爷，果然是力从西来，现在有了这味良药，真是喜从天降。在下承蒙陈公厚爱，能为陈公排忧解难，是奴的福分。弄玉，你献药有功，咱家要重重赏你。赏你一箱金叶子如何？奴并非求财。哦，不求财，那便是图名。那咱家便诺管为你提一副匾额如何？奴也并非求名。钱你不要，名你也不要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来人，在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是。陈公，陈公，请听我说。弄玉自幼失户，母亲也已3年前病亡。这生在乱世，孤苦伶仃，身似浮萍，弄玉无依无靠，终日惶恐，苟且偷生。幸得老天庇佑，让奴献玉成功。弄玉什么都不想要，弄玉只想求爷一个庇佑，让奴这样一个弱女子能够有个栖身之所。望陈公垂怜。弄玉啊，哎呀，别哭了，弄玉，来，来，哭的咱家都我见犹怜了，不就是求个庇护吗？咱家答应你就是啊。过来看看，各位爷，姐姐好，姐姐好，买了我们俩吧。爷，夫人，来叶子，快让夫人看看。梅大哥，过来看看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快说呀！小叶子，阿姐。叶子，阿姐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阿姐是带你出来享福的。你看这位夫人，一看就是好心肠，对吧？来，快磕头。夫人大慈大悲，多福多寿，求求你不要只买我，把我和阿姐都一起买了吧。姑娘，你家还有什么人？不瞒夫人，我们姐妹俩家中已经没有亲人了。如今长安大乱，流落街头，无依无靠的。我们已经3天没有吃过东西了，我们什么苦活累活都能干，求夫人赏口饭吃吧，夫人赏口饭吃吧，快起来！
我这还有一块饼，你们先拿着。阿姐，我饿。来，叶子，快吃。你们等我一下。借点钱。没钱。就你这瞧不上的一碗茶叶沫子，都够人家姐俩吃顿饱饭的了。李大人堂堂陈府从事，总不至于看人家挨饿受冻吧？拿钱。你当菩萨，我出钱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李从事生平行追踪缉拿之术，没少杀人吧？不如趁这个机会，我替你积德消业呀。我用不着。你干什么？拉拉扯扯，授受不亲。好，我给你。爷，来喂点食，小可爱。查过了，通关文牒没有问题，新开的医馆也并无异常，剩余的时间无非就是上街采买些药材和日用品，其他时间皆在医馆坐诊。那些问诊的人呢？并无可疑之人。这么说，这位女华佗倒是清清白白的人家。好，好。来，那从今往后，咱家手里岂不是又多了一个心疼的人呢？爷，此女身份尚未清楚，万不可掉以轻心。既然她的药灵，不如就让她在医馆内熬制，我从旁监督，待药熬好了，送来府上便是。也好。弄玉塔的怎么样了？毫无破绽，果然是有备而来呀。此女人手段可不一般，倘若她不是要杀了陈靖边，这么说，她也是冲着暗夜流萤图来的。眼下，我们又多了一个厉害的对手啊！想尽一切办法，查清楚她到底要干什么。不过你一定要小心。以他的心智，一定会对你加以利用。就我自然知晓，上次他以阿七做要挟，我只是假意配合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不会着了他的道的。切记，不能为我所用者，皆为敌。阿七在他那里夜长梦多，得尽快想办法把人送走。好，来，慢点。哎，伤刚好就瞎嘚瑟，休息，回去坐着。玉姐姐啊，我感觉我好的差不多了。来，坐。这几日我会尽快送你出城。送出去也好，省着在我这儿啊，你林哥哥不放心。林哥，最近外面严查，出城恐怕没那么容易啊。我倒有个办法，不过要受点委屈。说来听听。躺在棺材里装死人，趁着赶尸运出去。他们会盘查，随便丢几块烂猪肉进去，就说人是死于瘴气，有哪个不知死活的会去看？这个办法好啊，可以一试。你说我这人又是治病又是救人，还替你们出主意，李从事啊，你就别再为难我了，好不好？我何时为难过你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不想让我进陈府。既然药在医馆里煎好了再送过去，是你的主意吧？玉姐姐，药快铺出来了，应该煎好了吧？
只要有我在，你休想进陈靖边的身。那我们就走着瞧。爷，你鬼叫什么呀？阎王找你收账啊？是那逃跑的贼人，抓着了？没抓着，但是我抓到一条大鱼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说说你啊，人你没抓着，自己手底下反倒折进去2条命，你倒还有闲心去捞鱼？你捞的鱼呢？鱼？哦，不是，爷您看，那爷我看得清楚，这就是那贼人所穿的衣服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爷，您仔细瞧瞧，您不觉得这东西很眼熟吗？原来是他。我说呢，怎么抓不到他们？原来如此。弄玉医师煎药辛苦，就不劳轻功了。哎，还差最后一道工序，剑刀一用。你干什么？上一个碰过我这把刀的人可是死得很惨，你确定？你再这么拉拉扯扯，把成功的药弄洒，你我都别活。端好。最后一道工序，以我的血入药为引。让开！我要去见陈靖边。王掌事，您不能进，让开！哎，您不能进！我告诉你，耽误了事儿，你们负责不起。您真的不能进，别为难我们呢。让开吧。是。敢问魏府尹有何事相商？爷，庭外是弄玉来送药。小女弄玉特请陈公试药。李玲，我告诉你，这回你死定了！哼！陈公，陈公，你任人不清，养虎为患。今日魏某特意为陈公排忧解难来了。你要这么说，府尹大人就多虑了。想我这府上皆是龙精虎猛之辈，不知府尹大人说的这个患，又是哪一位呀？就是他。魏府尹，一直以来，你就对我没有好感。今日私闯陈府，若再言辞不当，传出去恐怕有失颜面。李玲，你死到临头了，少装大头蒜。我们的李从事实际上是暗桩，同那盗图之贼是一伙的。说什么排忧解难啊？原来就是拿我府上的心腹开刀。魏府尹，这戏既然开了头，就请府尹大人唱个明白吧！啊，呈上来，给陈公看一看。陈公，这衣物是偷涂的，这骨哨，陈公不会不认得吧？这血衣和哨子是一处发现的，李玲那晚一定见过暗桩。若说他们不认识，鬼都不信。我们都被他给耍了。李玲，平日你骨哨不离身，作何解释啊？陈公，这骨哨不是我的。那你把你的拿出来呀！这全长安人谁不知道，就你吹这破玩意儿啊！
哎，你的呢？你拿出来呀，拿出来给我们看看。你干什么？拉拉扯扯，手手不牵。我给你。是这个东西吗？哼，李从事，多谢劫道，现在物归原主。我说怎么不见了呢？原来在这儿。昨日挂绳断了，我就无意系在刀上了，一时间就忘记了。你这个定是假的！哎，你我不是故意的，弄玉只是拿来看看，没想到如此易碎，还请陈公恕罪。好戏呀，好戏！魏夫人，咱家竟不知道你竟有如此的技艺。以后若再来府上，陈某必扫榻相迎。正好前几日别人给我送了一坛上好的桂花许，改日来府上，你我一同共饮，如何？啊？好。蠢货，白痴，丢人现眼！爷，定是那李玲在耍我们。哎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人家耍的是你。是，屁事没查清楚，白白让这个陈靖边看了个笑话。小叫花子的破玩意儿，你也当成宝贝？爷赏点吧。站住！滚！好吧，小叫花子脏了爷的衣裳，滚！来，站住！晦气！等一下，你过来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衣裳打哪儿来的？说话，不说话弄死你！在一个没人住的房子里捡的。这哨子呢？一块儿捡的。大人，一个孩子的口供不足为信呐。怕什么？只要李玲到时候拿不出骨哨，就能咬死他。是。扒了。来。走。那个李玲先别动了。今日那个女的是谁啊？看着是个丑事，也敢强出头。爷，我查过了，她是个郎中，听说治好了陈靖边的头风病，眼下正得宠呢。竟能治好如此顽疾！哎呀，本以为这个老烟狗活不过今年，算他运气。查查这个女郎中，看看到底什么来路。哎，是，你用点心吧。放心吧，爷。是你偷的骨哨，李从是自重。你耍我！你再这样，我可要喊人了。看是你的嘴快还是我的刀快？为什么害我？你不该拦我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什么都与你无关。看在阿七的份上，别逼我用强。怎么样？这可是西域的丹妃，是不是感觉头晕目眩、四肢无力？告诉你，李莲，我可以耍你，救你，一样可以杀你。在我眼里，你们明争暗斗也好，争权夺势也罢，都毫无意义。如果你再执意拦我，就算是同归于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这个是解药，服下去之后半个时辰方可自行解毒。
陈府，我是静定人。如果你在这里，你走着瞧。这里好漂亮啊！苏黎、叶子，以后这就是你们家了。日子再苦，也总有熬出头的时候。可如果你们姐妹骨肉分离，就再难相聚了。刚好你住在我这里，我还可以替你治病。郁大夫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和叶子这一辈子也报答不完。来，叶子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我这儿可不兴贵。二姐说了，要是不让跪，就亲亲你。去儿吧。哎，这个不能碰。哦，过来。要是让李从事看到，可是要骂人的。郁大夫，苏黎心直口快，有些话憋在心里难受。那个李从事还有陈府的老爷，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。你越是这样慈悲心肠，反倒会被他们害的。我自有分寸。你从外地而来，有所不知。当初长安城就是被他们卖给了新安的。家父在世时，官拜京兆府副使，因气愤难当，骂了一句谋大逆，就被京兆府尹魏成活活乱棍给打死了。那个陈老爷还有魏府尹都是一路货色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你听我一句劝，陈府就不要再去了，你稍有不慎就会没命的。放心，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不怕。林哥，我失手了，你好好养伤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不，摘星堂去不得。李从事，庞千金这是身子不爽利啊。回李从事的话，天气乍寒，昨天晚上庞姐姐受了凉，这会儿正害风寒呢，说是头疼，心口也不舒服，可如何是好？一点风寒而已，让李从事费心了。哎，庞姐姐，庞千金，庞千金，你见过大夫了吗？不知弄玉大夫现在在何处？哦，他上山采药去了，不在府里，还劳烦庞千金去其他医馆。李从事是要与他同去？嗯。阿七已经顺利出城，此事还要多谢你。阿七人不错，我也可以送你出城。怎么，没有把柄在我手上就开始要挟了？不是要挟，是奉劝。陈府乃虎狼之地，比你想象中要危险，趁还来得及，赶紧出城吧。多谢李从事好意，上次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你一个弱女子，孤身一人，就算有千般心智、万般的手段，哪能比得过那些高高在上、弄权欺世之人？本是无根浮萍，又何必妄想参天呢？那你是什么？是无根浮萍，还是那高高在上、弄权欺世之人，亦或是他们的手下或者走狗？药材铺的老板，就是你的少县。二位贵人，里面请。来，长安城那么多药材铺，偏偏带我来了安业坊济民药肆。出门便是朱雀门大街，西通延平门，南通明德门，去往东西市皆为便利，来往通融，可进可退。
乃暗中行事的绝佳地点。生意冷清，价位却比同行偏高，可见老板并不着急做生意。可奇怪的是，却付得起这昂贵的租金。送阿姐走的那晚，我还认出了一个人。纵然黑金遮面，我仍识得其中个人身上独特的药香。你被我说中了。我不像李从事那般好言相劝，若你再执意纠缠，我就把你们的事情说出去。你怎么，李从事，是被我窥破了秘密，想要杀人灭口？这荒郊野岭的，确实是个杀人藏尸的好地方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李从事怕是忘了，上次你与我如此亲近发生了什么？我身上有毒的地方可不止那一处。魏公请你去府上喝茶。喝你奶奶个茶！别跑，后面快点！追，快点追！追，站住！别跑，别跑！哎，别走！哎，别走！后面快点！哎呦！李玲，郭子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快追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别跑！走。都愣着干嘛？找啊！是。没有，跑哪去了？没有啊！都干什么吃的？搜啊！是。怎么样？刚才翻滚下山，刺激吗？难说，疼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会死在这儿呢。那也不是没这可能啊。哎，你说，要不然我给你推出去？哎，别！李从事，君子不趁人之危。那如果我是君子的话，你试试看。说大声点，听不清。我说我是小人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这边呢？找到没有啊？没有。你那儿呢？没有啊！王长士，我们还是撤吧。等一下，陈府的阿威来了。是啊，怎么办呢？一群废物！撤！爷，人到了。来，来，让大家瞧瞧，没有受伤吧？啊？托成功的福，奴家没事。哎呀，多亏了李从事及时赶到，不然我的美人儿可就要受苦了，是吧？回爷的话，这都是卑职职责所在。农玉魏府的人今天因你而来，那王从可与你说了些什么？你可又与他说了些什么？说了什么？这……说。奴家与那王从说，奴虽然身份低微，只是个医女，但也进了陈府的门，
那就是成功的人了。别说是去魏府喝茶了，就算平日里的一言一行，那都要以成功为先，才能不负成功的厚泽深恩。顺儿，却不是实话，到底与你说了些什么？我要你原原本本的说来，一字不落。原原本本，其实魏公请你去府上喝茶。喝你奶奶个茶！骂得好，骂得妙。于阿奴，在，把那贱人给我拿下！成功。刘宇，你很聪明。哎，但你不该将我当傻子。魏城手握京兆府，在这长安城里，与我陈靖边也算是各分天下，又是出了名的惜命好色之徒。你一个俏郎中，深谙养生之道，不会不知道魏府尹为什么请你去喝茶吧？说什么生逢乱世，说什么只想求个庇护，而魏城才是最佳人选，而你却挖空心思，步步为营，不惜涉险，也要接近于我，你叫我如何信你？之前所言种种，皆不追究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句实话给大家听听。成功，请成功替奴家做主啊！奴家家中世代行医，父亲更是医术高明。13年前，意外救了一名巡案使，可那狗官竟然觊觎我家的财产，痊愈之后带人劫杀我全家，奴家装死，有幸才躲过一劫。可我阿爷、阿娘和小弟都惨死于刀下。奴家多方打听，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被我查到那狗贼竟摇身一变变成了长安城的京兆府尹。奴家费尽心思来到爷的身边，就是想得到爷的信任，帮我杀了魏哲，替我全家报仇。也就是说，你之前跟我说的话都不是实话。你知道不说实话，那代价是什么？李陵，在，把刀给我。成功，成功，这是何意？就让我看看你的决心吧。奴家贱命一条，死不足惜，还请成功为我全家报仇。李陵，你干什么？回爷的话，此女万不可死。既然此女是成功的一味良药，虽然区区婢女一枚，死不足惜，可是若耽误了爷用药，岂不可惜？
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怪可怜见的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来，哎，这回你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对不对？那以后还敢撒谎吗？好，李陵，在，收拾收拾，明日迎接弄玉进府。是。阿叶、阿娘、小川，就快了。为你们报仇雪恨的那一天，不会太久。弄玉姑娘，这边请。爷在等你呢。小女弄玉拜谢陈公庇护之恩。来啦，这些姐姐妹妹的都见过了吧？为了迎接你进府，我可是把他们都叫来了。弄玉啊，往后这间屋子里便有了你一席之地呀。但是今后能否讨得咱家的欢心，就得看你的本事跟花样了啊！弄玉只是个诊病的，哪能和这些个姐姐妹妹相提并论？诊病也好，视察也好，你瞧瞧他们，又有哪一个是不听使唤的？还是说，你觉得你自己比他们都高贵啊？弄玉不敢。石原呢？干爹，从今往后，你们要以姐妹相称。弄玉入府的一应安排就交给你了。干爹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她安排得服服帖帖。不知芳龄几何？我该叫你姐姐还是妹妹？弄玉是个新人，怎敢在姐姐面前托大？随我来吧。该来的总要来。再说，你多一个姐妹，岂不是更好吗？干爹，您是不是嫌弃石原了？这世上哪有干爹嫌弃女儿的？我的乖女儿，干爹心疼你还来不及呢。你瞧瞧这府里头，谁有像你一样啊，是干爹的知心人呢？你就是爷在这府里头的一双眼。那个弄玉，那胆敢有半点造次，不用伤他的性命，打断腿即可。要不然他还以为我这府里头是想来就来，想走便走。从今日起，你就住这儿了。这里所有的吃喝用度都由我管制。每日早起要去我的院中请安，前一日说了什么、做了什么、见了谁，都要向我如实禀报。还有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迈出陈府一步。听明白了吗？
怎么，不满意吗？弄玉不敢，弄玉只是在想，这么多规矩，往后可得靠姐姐多多提携。谅你也不敢。姐姐留步。还有事吗？姐姐这脸色，我这脸色怎么了？怎么可能？还有这脉象，无理。怕是产后没有好生将养吧？你说什么？我何时生养过？别忘了我是做什么的，我当然知道你生养过。况且，你何时生养，是男是女，奶水可足，可有产后忧思，我只要看上一眼，便全都知道。陈宫怕是还不知道吧？也是，你身为宠室，又顶着干女儿的头衔，自然也不敢让他知道。你逍遥得意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我身为新人刚入府，这府上呀，连个说体体话的人都没有。唐姐姐，你可不要怪我拿捏你，我希望你体会我的难处，了解我的苦心。这往后的日子呀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全当你是我的亲姐姐，好不好？以前是我小看你了。你有你的手段，我庞诗远也不会任人搓扁弄圆。你呀，你最好啊，别让我抓住你什么把柄，否则你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爷，愈发的水灵了。奇了，老烟狗那里难道比我这里还要滋润不成？啊？不是的，爷，是现在全城都在查那个暗桩的事儿。石原口横生枝节，得以来迟。罢了，起来吧。最近陈府多了个新人呢，是给陈靖边治头风的医女，名叫弄玉。查3天。3天，恐怕不行吧？那是你的事儿，如果办不到，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？高门贵府，人心莫测，这里个个都是人精，没有一个人是好得罪的。可我现在就已经把他们得罪了。我劝你掂量好自己的身份，你也不想一进府就树敌吧？若靠伏低作小，该树的敌人一个都不会少，任他千军万马，我自有破敌之道。那你可知，在这重重高墙之内，终会成鬼。那便成鬼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爱多管闲事，我进我的府，你办你的事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干扰，好吗？哎呀，出去出去出去！弄玉，我不明白，你费尽心思把自己困在这里，群敌环伺，举步维艰，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
孩子，你的命总算是保住了，你也算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你是谁？啊，你可以叫我烟波。你叫什么呀？啊，不想答我就不问了。生逢乱世，做个无名无姓的人，也许会更好吧。来，孩子，先把这药喝了吧。这规矩嘛，还算懂的。我说着，他听着，但这低眉顺眼的谁不会？他自个儿也说了，就待在那院里头，大事儿小事儿都得我这个当姐姐的点头才行。现在还算听话，可这日子久了呢，谁又能说得准呀？事情办得不错。哎呀，干爹，诗媛可是一心都扑在干爹身上了。谢干爹赏赐。来，干爹，您画完这幅画，准备画什么？哎呀，瞧干爹您贵人多忘事，这不是每回新人来了，都得进了您的丹青吗？我还真的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规矩不能破，就今儿晚上吧，你去安排一下。好。还请美人速速更衣，莫要让陈宫久候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根据府中的规定，陈宫要为每一位新人画一幅美人入狱图。入狱图？二位请先出去吧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我会很快的。哼。这个老阉人。祸从口出。李从是不请自来的毛病，还是改改吧。我正好在附近巡视，这个院子归我管。我跟你说，陈敬斌虽然是阉人，一样会作践女子。就算我是羊入虎口，李从是又当如何？只要你答应离开这里，再也不回来，我就答应救你出去。那我还是不用你帮忙，反正你已经救过我，还不止一次。你不了解陈敬边，你受不住的。是你不了解我，我经历过什么，你一无所知。快走吧，我还要更衣呢。还请陈公为我全家报仇。我问你，如果当时我没有打掉你那把刀，你会不会？我会。我的腿！哎呀，孩子，孩子，别动！严伯，这不是我，我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不要这样，严伯。孩子，你的伤实在是太重了，能保住性命，就已经是万幸了。严伯，你救救我，我不要这样，我一定要站起来。严伯，我不能这样，我一定要好起来，我必须要站起来。孩子，你可知道，若想重新站起来，就必须再次打断你的双腿，重塑筋骨，你的面皮也要千刀万剐，才可重生啊！孩子，这可是锥心蚀骨之痛啊！不
是还有天山吗？天山火渡葵吗？吃那个我就不会再痛了。此药确实有镇痛之效，但不能多喝呀。一旦上了瘾，轻则致伤致疯，重则会丢了性命啊！老夫行医一生，从未见人挺得住过呀。莫要多想，安心养伤，啊！孩子，哎呀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彦博，我给自己开了个好头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哎呀，你这是何苦啊？我不能是个废人，我一定要走出去，为我的家人，为我的兄弟报仇。成功。哎呀，好一个家人呐！哎呀，如此佳人入画，岂不美哉？嗯。请美人入狱吧。怎么，陈宫说话你没听见吗？脱啊！你们还不动手？是。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一定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玉兰汤兮木方，华彩衣兮若英。红尘宿命，对峙而行本应该是擦肩。爱恨纠葛，谱写故事开篇。转身之前，回眸之后一眼锁定万年。流过的泪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可惜了。可惜了，奴有罪，请爷恕罪。你何罪之有啊？奴自知这副身躯丑陋不堪，还妄想进爷的丹青，真是污了爷的眼睛，辱了爷的心意，这是大大的罪。弄允甘愿受罚。哎，也是难为你了。但你这副身子确实没有资格入我的丹青。只是可惜了你这张漂亮的脸蛋。
就好好煎点的药吧。主任，咱们出去走走。好的，爷。李玲，自你我认识以来，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。我就是怀念我们以前一起打仗的日子，持枪纵马，快意燃烧，哪像现在这般混在这手术窝里，蝇营狗苟，活得像行尸走肉一般。管他什么魑魅魍魉，不如一剑挥之。是因为弄玉吧？暗夜流萤图现在还未到手，现在一定不能横生枝节。想必不用我说，你也知道其中的厉害。至于那个女人，心智绝非常人，不光陈静边，想必是你我，已经都在她的掌控之中。他说了，他只想复仇。如果他真的只是报仇，你觉得魏成还能活到现在吗？魏成是不是他的敌人，现在都不好说。一个连自己性命都能豁出去的女人，倘若他日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也绝对不会对你留情。当初他要自裁，你就不应该拦着他。可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观。毕竟他也是阿七的救命恩人。李玲啊，李玲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心太软，尤其是对女人。这朵花好看吗？好看。这朵也好看吗？都好看。地下除了我玉姐姐，就属我阿姐最美啦。这是谁家的小宝贝儿啊？嘴比蜜还甜。玉姐姐，玉姐姐回来了！你跑慢点，别把玉姐姐撞倒了。看，玉姐姐给你买的新衣服。让我看看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走，我们去里面试试合不合身。来，小叶子，磕头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是谁，但我知道，你们一定是玉大夫至亲至爱的人。请你们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佑玉大夫一辈子无灾无难，喜乐长安。苏黎，叶子，快起来！我都还没有谢谢你们帮我照看灵堂呢。姐姐，你若以后再无亲人，我和叶子就是你的家人。哎呀，慢点儿，你慢点儿，你这腿伤刚好，别再伤着。严伯，我要翻越前面那个更高的坡。这个是黄芪，这是丝茅草。哎，那个呢？这个是九宗根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可不行，别伤了根，这要连根一起的。没事，那还有。哎呀，这孩子。这个是什么？严伯，严伯。严伯，这就是我女儿，弄玉。她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。
我已经很久没来看他了。我原以为这样就能让思念少一些，让日子好过一些。直到遇见你，每次见到你，我就一遍一遍地想，如果我女儿还活着，她笑起来的样子也该是这般漂亮吧。严伯，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的命是你救的，对我来说如同再造。往后只要你愿意，我就是你的女儿弄玉。东西给你拿来了。怎么样，有用吗？我通过配伍就能倒推出它的用药配方。配伍？弄玉治疗陈靖边和阿七看似简单，但这药理另有玄机。不同的地域、不同流派，甚至于不同的师门，都有他们独特的用药方式。只要我能找出一点点线索，也可以追根溯源。只要了解一个人的过去，也就看清楚一个人了。好。我说今日这林子怎么这么香呢？原来有朵小野花。小娘子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是啊。你男人呢？哎，别走啊！尝口水喝如何？啊，对，尝口水。没水。尝口别的也行啊！啊？是啊。周深，你们干什么？严伯，严伯，咱们多少日子没见了，看见你硬硬朗朗的，我就放心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我们少主这一路没少念叨你，说这老头子万一做了果，我们就算有孝顺的心，也怕只剩烧纸的份了。他们没有难为你吧？你们忘了观天社的规矩了吗？回头我告诉苏少主，有你们好果子吃。哎呀，别，您啊就随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少主已经在等您了。走。严伯，那些人可是观天社的人，就是那群响马。别怕，有我呢。翻一翻。这烤鸡啊，就像女人，火候到了，该翻就得翻啊！少主，怎么翻啊？少主，严伯请来了。严伯，请。严伯，好想你啊！少主，没事吧？少主，少主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少主啊，要是再来晚些，这胳膊可就保不住了。哎呦，不早不晚，正好好啊，严伯。哎，严伯，他谁呀？啊，我收了一个女徒弟。可以啊，严伯，老当益壮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烧刀子喝得我口干，麻烦小娘子给我倒杯茶。
看什么看？对，你，给我过来。哎，给我擦刀去，好好擦。哎，好，少主。啊，少主，可能是他白日里采药太累了。弄玉啊，下去休息吧。哎，女徒弟，第一次见面，没什么好送你的，这给你当见面礼，送给你了。少主，你闭嘴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关山杜若飞朔气传金柝，18路降马总旗关天社社司令。有了这个东西，关天社上下3000弟兄听你口令，你想做什么，就有人替你做什么。做什么都行，什么都可以，杀人也可以。你呀，就不该拿那个东西，拿人家的手短，这是欠苏长明多大的一个人情，你知不知道？其实啊，这关天社都是苦出身。当年这苏天敖在世的时候，还是有些规矩，劫富济贫，除强扶弱，给老百姓舍医填药的事儿多有发生啊。但到了苏长明这一辈，我听说现在已经是各州府达官显贵的座上宾了。唉，正所谓官匪勾结。总之啊，你离他们越远越好，千万别沾边儿。哎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听到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咱们干！来，干！来，干杯！少主，我敬你。来，干杯！干！喝一个！干杯！哎，小娘子，你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啊？取点东西。取东西？还是小男人啦？啊？过来！干什么？小娘子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啊？这怎么回事？喂！不是这怎么了？折山，受伤了，少主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苏少主，刀下留人，小女无状，冲撞了少主，还请少主多多海涵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什么关天社，不过是一群恃强凌弱、欺辱女人的畜生。我没有，少主。社司令牌在此，你不是说可以替我杀人吗？少主，现在我就要他死。少主不要，少主，饶命啊，少主，不要，少主不要啊！承诺你的，我兑现了。你要杀的人，
我杀了你。走吧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疯了吗？还说什么呀？走，让他说。我要加入关天社。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。我要知道你这把刀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这东西名叫龙菇，原产于天竺，治疗刀伤有奇效。弄玉把它偷偷地加进了阿奇的药中，找到它，可是费了我一番功夫。你讲重点，你知道我不懂药。大唐境内只有凉州出产此物，因为它的神奇功效被当地的响马占为己有，市面上鲜有流通。也就是说，只有他们自己人才有这个东西。凉州、响马、关天社，没错，关天社、响马发家，近来实力不断壮大，不容小视啊。眼下又是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。如果弄玉真是关天社的人，那他们一定也惦记上了暗夜流萤图。这下我们麻烦就大了。李陵啊，之前闯入摘星堂的贼人，到现在啊还没下落吗？卑职无能，恐怕已经让他逃走了。哼，这逮着没逮着的，咱家倒是不急。但老话说得好啊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着。我这就去增派些人手。你去趟凉州。去凉州？我在凉州找了个手艺人，专门为流萤图打造了个装匣。你去将它取回来。别人呢，我不放心。是。李从事来了，可是陈公找我。你可听过关天社？关天社，从未听过。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？我要离府一段时间，我不在的日子里，你好自为之。我怎么听你这话里有话呀？你该不会是怕你前脚刚走，后脚我就挖了你墙角，去偷那个什么流萤图吧？怕呀，我当然怕。我也怕呀，这摘星堂内机关重重，我可不敢白白丢了性命。这种事儿啊，还是李从是你做比较好。要是遇到了困难，就去鸡鸣奥寺找庄老板。我可不敢劳烦你们。我只是图个心安。走了。早知是现在这样，当初就不该救你。孩子大了，都不听劝。当初我女儿也是这样，可结果呢？严伯，滚！该走了，弄玉。弄玉。严伯，我曾听你在梦里念叨着，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就做了这无字灵牌，好歹也算个念想。如果你实在太想念他们，就给他们上炷香，啊？阿爷。
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任波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受委屈的。明明是一首欢快的曲子，怎么听着却如此悲切啊？敦煌乐谱25曲，便是你弹的这首清悲乐吧？正是，没想到府里除了庞姐姐以外，竟然还能遇到懂乐之人。此曲本是抒怀畅意之作，可你的琴声却多了一丝钟情与愁绪，倒是更添别样意境。与其说是清悲乐，不如叫它清心叹。是日子久了，便不把我的话当话了吗？庞姐姐，谁让你出小院的？弄玉并非有意执拗姐姐的意思，只是为陈宫试药一事，可马虎不得。你少拿陈宫压我，你最近清闲得很吗？还来这儿听曲儿？这儿有什么好试药的？这里可是花圃，我现在将药种种下，明年才有的用。姐姐不妨屈尊搭把手。你不就是会弄些汤药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要不你来？别吵了，是陈宫。你们吵什么呢？哼，是我这园子不够大，容不下你们3位了是吗？哎呀，干爹，不关姐姐的事，是奴家失了分寸。哦，奴只瞧着花圃漂亮，没曾想这一草一木都是爷精心设计所种下。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想要将草药种在这里。方才若不是庞姐姐拦着，奴险些酿成大祸，毁了这园子。庞姐姐教训的是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弄玉知错了。你，哎，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弄玉呀，我可是听说了，你是连院子都不敢出啊。不至于，你瞧，我这府里头多好啊！以后没事出来散散心，顺便呢种些花花草草的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啊！多谢陈公。哼，上次让你查的事情，查清楚了吗？辉爷，魏成早年的确做过巡安使，手里不干净，流血的事儿也没少干，但毕竟是13年前的事情。也无从考证。若说弄玉与他结仇，也不是没这个可能。哼，魏成这个狗东西，就是朝廷的败类，想要剥其皮释其苦的人有的是。若不是当年的范阳，他得到了安禄山的赏识，又攀上了安庆绪的交情，洒家早就一刀把他送上了西天。这个弄玉，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儿，庞士元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哼，为了花圃也能掐起来。爷，不是因为花圃，是因为铜鸾。这个铜鸾，仗着自幼成名，又弹得一手好琵琶，没少在府里招猫逗狗，左勾搭右勾搭。不守规矩的东西。得找个机会，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爷让你长长记性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！沈之雕，疼不疼？不疼。肯定是弄玉那个贱人，在陈宫面前挑拨离间，让你穿了小鞋，才让你挨了这顿打。等着吧，我一定会出了这口恶气的。弄玉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特意调了些膏药，治外伤的效果很好。说的好听，
童鸾就是因为你才会挨了这顿打，你心里现在肯定很得意吧？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要给他治病。至于他为何爱他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确实与我无关。好，就算这一次的事情与你无关，那你平时在陈宫面前卖弄风情，不就是为了跟我们争风头吗？我进府不是为了和谁树敌，更不是为了和谁争风头。我不过是个孤女，要想在这乱世里活下去，就必须牢牢扒住陈府的这棵树。庞姐姐，你我同在一栖身之所，想必也能明白我的苦衷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又何必互相伤害？爷，急报，出大事了！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，卦象很准，吉中有凶啊。童鸾同你我一样，鞭子打在他身上，我又何尝不能感同身受？倘若日后弄玉遭了难，还请庞姐姐、童鸾弟弟可以体恤一二。诗媛姐，消消气吧。更何况我这背上疼的紧，咱们先擦药，擦药，擦药。爷，该如何应对？我已有主意了，一鱼两吃。站住！李大夫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属下李陵拜见光禄大夫。坐吧。这就是陈靖边找人打造的装匣，不必打开了，原封不动的带回去就好。至于这张图将来是装或者不装入紫匣当中，又有什么意义？这不过是陈靖边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段罢了。属下不明白。李陵，你知道你为何迟迟未能获得暗夜流萤图吗？请大夫明示。因为在你的眼中，它只是一张图，你没有看到这张图背后的东西。背后的东西，不是暗蝶网吗？陈靖边经营后宫多年，常伴君侧，耳目通天，满朝文武无一不识，又得到了高力士的亲自提点。你以为他就只是安排了细作密谍这么简单吗？你以为他为何能据守偏安，偷生至今？为何在大宴气势正盛之时，史思明却偏偏吃了败仗，归降了我唐军？难道也是因为陈靖边的情报？熟手两边，左右逢源，陈靖边有这个资本。如今他手中的流萤遍布天下，这是他交换利益的筹码，也是他左右别人命运的利器。这个老狐狸如此狡猾。大夫，依我看，干脆我们了结了他，没了首脑，看他们怎么兴风作浪。哼，最可怕的不是流萤，而是暗夜。陈靖边知道太多的秘密，如果他一死，那些本该藏在暗夜之中的秘密就会袒露在阳光之下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别说是你我，就连当今的圣人
恐怕也会陷入困境之中。这么说来，陈金边根本碰不到。不是在找到暗夜流萤图之前碰不得，这也是圣人的意思。我明白了，取得暗夜流萤图势在必得，属下一定不负众望。好了，你该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个朋友在等你。一个朋友？阿七，阿七，林哥，真的是你啊！好久不见。别拉了，瞧着让人怪心疼的。再说，就你那几滴血，真的管用吗？爷，当年咱家在宫中，没少跑到太医院，为圣人找的药引子，多怪的我都见过。什么经霜3年的甘蔗，原配夫妻的蛐蛐儿，10几年老造的造心土，那是找得我焦头烂额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都不过是一些假招子，都是为万一药不灵所做的托词。你的心思我明白，不过就是想让我看到你的付出，多体恤你，心疼你。爷，我好了好了，你也是为了表忠心，咱家不怪你。能得爷的厚爱，是弄玉的福分。这话说早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别忘了，我答应你的事情还没成全你呢。你既然会制药，自然也会下毒吧？你说什么？陈靖边要请客？哼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不年不节的，他想搞什么鬼呀？爷，我觉得这事有蹊跷啊，要不咱们推了算了。怕他个鸟！我倒要看看这个老烟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明日我要在府中设宴，请魏丞前来，你不是一心要找他报仇吗？我就给你这次机会，啊！爷，奴也没有下过毒，这奴也不会啊。这酒壶上有机关，转动壶盖就能施毒。看来这灭门之仇，也就是说说罢了。你当初的决心去哪儿了？还是说，从一开始你就是在耍我？奴拜谢陈公，大恩大德。哼，这话又说早了。荆轲刺秦王，专诸刺王僚，听说过吧？听说过。明日事若成，你就是专诸；若不成，你便是荆轲。不管成与不成，你也算是尽了心力了，就安心的到下面与你的家人团聚吧。弄玉绝不会拖累爷，到时候不用爷动手，弄玉也会自行了断。看来爷
爷没有白疼你啊！什么？毒杀魏城？你小声点，别让旁人听了去。你可听清楚了？我亲耳听到陈宫吩咐弄玉的。这弄玉为了讨好陈宫，竟然做到这一步。因并非只为讨好，我听到陈宫说，魏成杀了弄玉全家。杀了弄玉全家？这老阉人恐怕是要鱼死网破。如果我现在去禀告魏成，那我岂不是大功一件？庞姐姐，这样的日子难道你还没过够吗？我恨陈情边，是他让我活得生不如死。但我更恨魏成，他对你做的事，简直禽兽不如。庞姐姐，答应我，不要去找魏成好吗？我不想再看到你作践你自己了。那你叫我怎么办？反抗吗？我出生于平康坊，我能拿什么反抗？更何况，我的瑞儿还在他手里。那姐姐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弄玉得手了呢？爷，这个魏成，给他脸了。等，魏府引到。陈公，来迟一步，见谅见谅啊。奏乐。我说看着这么眼熟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见过你。之前听闻陈宫府内新收了一位女郎中，就是你吧？回魏公的话，正是奴家。哎呀，之前我是不知啊，如此美人儿，竟然是个神医。你替陈宫分忧解难，便是替我魏成分忧解难。来，把这杯喝了，全做我魏某的谢礼。哼，贱婢无礼，主客不分，秋后与贵客斟酒的道理。玉瑶奴，
相公啊，这是何意呀？啊，是不喜欢了吗？不喜欢可以送给我呀！啊，奴婢知错，奴婢重新来过。小娘子许是累了，我来吧。针灸这种事情，交给奴婢做就好。哎，报！启禀陈公，加急密报。都下去吧。讲。晋王安庆绪密谋杀害安禄山，对外宣称其因突发疾病而亡，并伪造遗诏，自立为太子。你说什么？安庆绪把安禄山给杀了？陈公，这消息可靠吗？我既有暗夜流英图在此，你说消息可靠吗？耶，急报！既是急报，还不报来？是，大燕帝安禄山轰了。哼，接着说。没了。什么？就这？爷，就这，真没了。你这小伙子干什么吃的啊？这叫密报！滚！是。魏公，陈某给你道喜了。如今安禄山身死，陈某靠山已倒，而魏公你与安庆绪一同长大，情同手足啊。他日若安殿下登基大宝，你魏公岂不是肱骨之臣？陈某以后还要多多仰仗魏公你啊！啊！想耍我？老狐狸借羞辱魏城之机试探于我早就验过，壶中酒根本无毒。看来今后还要多加小心。在玉姐姐之后，我又遇到一个神医。神医？有多神？反正就是挺神的，不过是个老头，咱们凉州唐营请来的。阿七，这龙菇可是那神医的？哦，这个就叫龙菇啊。玉姐姐的药里好像也有这个味道。这神医仙的人呢？黄河远上白云间。哎，来了。一片孤城万仞山。严伯，这儿啊！哎，那年冬天异常寒冷，乌兰河上都结了冰。我捞起他的时候，甚至不敢想他能活下去。心中的仇恨，只有大到足以淹没身体的痛苦，才能让一个人浴火重生。红尘宿命，对峙而行本应该是擦肩。爱恨纠葛，谱写故事开篇。转身之前，回眸之后，一眼锁定万年。流过的泪，承载对你的爱恋。花落花开负2年，今生来不及说再见。用这一夜，星辰作永别。风起云淡负2年，宿命之地化作纸。
我大概算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可我这一个行将入土的老头子，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弄玉姑娘，现已入长安陈府，一切安好，还请严伯放心。李公在上，受老朽一拜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严伯快请起。这弄玉虽性情刚烈，但身为女子，孤身一人，难免会受人觊觎，行的又是万分危险之事。老朽有个不情之请，李公若不弃，能否照拂弄玉一二啊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定护他周全。老朽谢过恩公。请起，请起。阿娘，阿娘，瑞儿，娘，你放开我！娘，爷，怎么了？不是你求着我说要见孩子吗？如今让你见着了，不高兴了？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东西赶不到手，消息不灵通。哼！鸿门宴上，你跳的倒是挺骚啊！啊，这个！你们别打我，阿娘！你没听见那个陈靖边都快踩到我头顶上了吗？爷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禀告。那个弄玉是来找您报仇的，您那天喝的酒里，酒杯里有毒。小娘子许是累了，我来吧。针灸这种事情，交给奴婢做就好。哎，怪不得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为何不早说？我是在陈靖边骂弄玉的时候才知道的，所以特地来禀报。好你个陈靖边！爷，您福大命大造化大，那牛鬼蛇神都近不了您的身。来人，在。爷，少他一顿梨花针。是。只要看不到的地方，给我狠狠的扎。爷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别动！阿娘，阿娘，你们放了我，阿娘，阿娘。玉姐姐，你先去把这几份草药按类分好。这里土太硬了，我去山上采些松针回来。好。弄玉，弄玉，见过李从事。弄玉姑娘在哪儿？我要见她。回李从事的话，弄玉姐姐刚刚出去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弄玉被魏府的人抓走了。走，快点！爷，人给你绑来了。魏公是要找奴家，好好说便是。这是做什么？哎呀，不是没请过，可是你啊，给脸不要脸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来路，哼！我告诉你，这天底下想弄死我的人多的是。今日我非要你和这个老烟狗知道，跟我为逞作对，
会是什么下场。好，快动！你们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这种。再有阻拦我者，等同此人。爷，哎呀，今儿这肉啊，怎么嚼都不对味儿。王通啊，你还记得爷平时最爱吃的那口叫什么来着？哎，爷是叫活叫驴。哦，对，活叫驴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让驴叫起来啊！得嘞。魏成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老家伙，你不得好死！小娘们儿，你说什么呢？深谈着天下小人物也遭罪孽。与我一场风月祭天下的血，伴君踏碎庙堂城，把四海八荒。与我一场风月是岁月更迭，任他浴血风霜，执念彼此芬芳模样。与我一场风月祭天下的血，伴君踏碎庙堂城，把四海八荒。住手！与我一场风月是岁月更迭。覆灭世俗成败，化这一生温柔苍凉。覆灭世俗成败，化这一生温柔苍凉。李陵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岂容你撒野！我来是带走我的人。姓李的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好好看看你的女人是怎么死的。小心！李陵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会来。天罡四煞，就算是江湖1等1的高手，也会闻之色变。这次，我让你有来无回。爷，出事了！李从事杀进了魏府。什么？李陵杀进了魏府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弄玉被魏成带进了府里，正好赶上李从事回来，就直接打上门去要人了。爷，李从事单枪匹马必定吃亏，咱可不能让魏府的人给欺负了，赶紧派人吧。你们都疯了吧？派人闯过去，那咱家不是跟京兆府就翻脸了吗？
是你任幽暗的空门，忽是你任乱世中沉沦，不思爱恨无处寻根，血泪中翻滚。一次转身坠入了星辰，一次转身认定了情深。有人将爱铺成难舍亦难分，烽火连成大月天，努力打破这烈焰。爷，你先走。李陵，咱们俩的账该有个了结了。你这是趁人之危！想杀人还挑时候啊！哎呀！李陵，走，回校园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哟，这不是李从事吗？琳琳，琳琳！琳琳，你醒了？琳琳。琳琳！哎呀，这么多血水啊，人怕是不行了吧？可不是嘛！伤这么都给我闪开！伤得不轻啊！看热闹没长眼。李陵，拜见成功。怎么会搞成这样？你没事吧？奴没事，谢爷的关心。那他呢？他没事吧？爷平日里诚心礼服，想必必有菩萨保佑。我们这些做下人的，自然也能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一定要用最好的药，不管花多少银子，也要把李从事给我救回来。弄玉一定竭尽全力。李陵，李陵，世媛姐，你知道弄玉跟李从事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要说咱们的头，真的是这个，就他一个人挑翻了整个魏府，可不是嘛？要不是李从事，那个弄玉恐怕凶多吉少了。不过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说值吗？就是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情到深处生死相随。弄玉好福气呀！是，咱也不懂这个。爷，怎么样？魏府大门紧闭，具体情况还在查。那一定是伤得不轻，搞不好还会出人命。要不是吃了大亏，以魏成的脾气，这会儿一定是吵嚷着直接上门算账。去吧。是。没想到这个李陵下手这么狠。
他可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呀。爷，咱们把所有做过的事儿都推到李林一个人身上，他一死，不就都了了？我这就告诉他们，别质疑。回来。毕竟是替咱们陈府长了威风的，这长了威风的狗，你要是不去救，那以后谁还给你做狗啊？该怎么救就怎么救，魏府那边再想办法。是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烟波。什么？烟波，我见到烟波了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烟波之前告诉我，要护你周全。你怎么来了？白天发生那样的事，我不放心你。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他们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也是没有办法。你看到李从事今天的样子了吗？要不是我去告诉了魏成，他们也不会把弄玉抓去，李陵也不会去救他。你说这不怪我，怪谁啊？但是你不这样做，也会被魏成活活逼死的。就算你不为了你自己，你也要为瑞儿着想，不是？瑞儿，我的瑞儿，我们母子总有一天会被魏成给害死。但那个时候，又有谁会来救我呢？我会去救你们。我多想像李从事那样杀进魏府，救出瑞儿，还你自由身。烟波跟我说过，你为了复仇，加入了观天社。有些话我必须要现在说。我之前跟观天社打过交道，他们是什么样的，我最清楚不过。弄月，烟波一直很担心你，无论观天社以何种理由胁迫你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你所求之事，我一样可以做到。可你现在自身的难保了。不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的身后是整个大唐，我是唐军。我自问前夫臣服数年，为的就是看到唐军有朝一日能够光复长安。我之前不了解你的身世，所以对你多有防范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陆云，从今以后，让我来帮你好吗？你说你是唐军？不光是我，庄耀、阿七，他们都是唐军。此番要多谢你救我，但是我不会加入你们光复大军。我宁愿加入观天社，都不会加入你们。为什么？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我以为你会明白我的心意的，弄玉。我根本不叫弄玉，我的真名叫什么你也没必要知道。许多事情我没有告诉烟波，是怕拖累他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我们全家都死在你们唐军手里。
评判、光复，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我的家人已经死了。我活着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为了报仇。而你心心念念的大唐，就是罪魁祸首。从今天起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你我注定不同路，但求日后莫相争。浓郁，罪臣封建业，废立朝令，消极抵抗，通敌叛国，意图阻挠王化大业，企图造化安邦，除之则已，绝不宽恕。目光中闪烁，淡泊年华的景色，花等着。爷，这个魏城真是给脸不要脸，这都快2个时辰了。腿肚子上擦粉儿，没面儿也得穷讲究。董鸾，平日里爷没有白心疼你，眼下是你报答的时候了。我倒是谁？原来是长安第一妙旨啊！你不好好的伺候陈宫，跑到我这里来，做什么呀？哟，陈宫，魏公，调高取和寡，由信由知音。方才那一曲将军令，便是专门献给魏福尹，曲意正合魏公高义，胸怀壮阔。想必前些日子纵使多有得罪，魏公你也定然不会计较了吧？滚！你个臭卖艺的，跑这儿糊弄鬼呢！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和你们没完。童鸾愿以侍奉明皇之心，终身服侍魏公，至死方休。哎呀，陈宫这是把你都给献出来了呀！哎呀，这可真是下了血本啊！可是我魏城一向是君子不夺人所爱呀，陈宫，你这叫我如何是好啊？好办，既然魏府尹瞧不上这妙旨，留着也无用，砍了便是。来人，把他的手给我剁了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慢着，几个意思呀？这是要在我府上动刀动枪啊！哎呀，这鬼天气呀，咱家的手脚都冻麻了。魏夫人，可否到你府上讨杯热茶喝呀？哎，起来吧，魏公还是怜惜你的，日后尽力服侍便是。是。把东西都抬进去吧，放在这儿也不好看呢。魏夫人，大家叨扰了。哎呀，陈宫这话说的，酒已经给您烫好了，请。哎呀，行吧。爷，求求你了，把童鸾救出来吧，求求你了，啊！爷，你救救童鸾吧。你还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这平日里你和童鸾成双入对，眉来眼去，恐怕早已勾搭成奸了吧？没有，没有，绝无此事啊！爷，没有的事啊！石原呐，我认你做干女儿，那可是抬举你，你自己要知个好歹。说到底，你跟童鸾
不过只是我取用的玩意儿。我要你们趴着，你们便不能跪着；我要你们死，你们就见不到明日的太阳。在我这府里，别说是谁跟谁凑成了一对儿，哪怕就是配条狗，也得我说了算。你自己呀，好好掂量掂量吧。爷，拜见陈公。免礼免礼。李陵啊，你这次算是彻底杀了魏城那厮的威风，替咱们陈府长了脸，咱家要重重的赏你。可是赏你什么些好呢？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李陵啊，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尚未婚配，今日咱家做主，为你成个家好不好？哎，你看弄玉姑娘如何？爷，陈公，你为弄玉在魏府杀了个7进7出，此间情谊天地可见。我看你二人郎有情妾有意，不如就做个顺水人情，成人之美。奴不嫁，奴生是爷的人，死是爷的鬼，奴不嫁。弄玉啊，这就是你不懂事了吗？爷，万万不可。弄玉乃是您的宠室，属下怎敢觊觎？若属下为了私情做下此事，置陈府于不利，那与生了二心又有何异呢？爷，奴是什么人，奴心里清楚。李从事年少英才，又得爷栽培，奴只是一介荒野女医，是万万不敢高攀的。如果爷真的对属下好，那请爷收回成命，或者为李从事再寻一番姻缘吧。爷，万万不可，还请爷收回成命。好，好，你们两人，一个明事理，一个表忠心，看来平素里，咱家没有白心疼你们。都起了吧。爷，好消息！之前入摘信堂盗图的暗桩被我们抓住了。哦，这具体的情形我也不知道。等看到阿七的求救信号以后，人赶过去，这人已经被陈府抓了。可是以阿七的身手，也不至于轻易被擒吧？这换做一般人，当然是拿不住阿七。可这并不是一般人呀。是谁？陈府长室谢牛。谢牛？去！哎呀！起来！干嘛呢？快点！起来！起来！绳子给我。好嘞。驾！恶鬼手段，恶鬼相，阎罗殿前阎罗王，谢牛这个称号
并非浪得虚名，本是草莽出身，又在军中历练，身经百战，无恶不作，深受陈靖边的重用。论能耐，不在你之下吧？阿七落在谢牛手里，确实麻烦了。据我所知，还没有人能扛得住他的手段，更何况阿七重伤出狱，身体怎么受得住啊？押送的时候，我们也派人去救过了，可都不是谢牛的对手，白白的损失了我们几个兄弟。这里人一旦进了陈府，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架着他，快走！我来想办法。不行，我现在最担心的反倒是你。陈靖边一定会想尽任何办法敲开阿七的嘴，我就怕他一个坚持不住，把你给吐出来。不可能，你不了解阿七，他绝对不会出卖我。我们不管付出任何代价，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。说，你是怎么知道陈府在凉州定了庄匣？谁告诉你的？同党还有谁？我不知道什么是庄匣。那庄匣就是陈宫设的套，就你跳进去了，你还不知道？实话告诉你，落在了我谢牛手上。阎王爷的手段我都有，阎王没有的，我也有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人打死了，还能问出什么来呀？哼，匣子的事儿你可以抵赖，但是有件事儿你可抵赖不了。这当初你是怎么扮作杂役，混到我府上来偷图，这总能说得清楚吧？还有摘星堂，又是谁告诉你我这府上是不是有你的内应？嗯，说，嗯，哟。还真晕过去了。去，把弄玉给我叫过来。是。没用的东西。爷，去把他给我救活了。爷，此人脉象微弱，失血过多，内脏受损。要是再这么打下去，恐怕奴役无力回天。他绝不能死。我这药箱少许胃药，我先去配。速去速回。哟，这不是李从是吗？伤成这样还来这儿干什么？也想审犯人？莫不是要和我争功吗？暗桩落网非常时期，我怕有人伺机作乱，来巡视巡视。巡视巡视，怪不得爷喜欢你。我这才没走几天，我就听说你单枪匹马去魏府杀人。要说线下府内谁最风光，
还属你李从事啊？那也是因为爷在背后撑腰。谁要是打陈家的脸，谁就是找死。哼，豪气！不光爷喜欢你，我也喜欢。哎，我还听说爷要给你送美人，你没要。为爷效命，不敢分心。哎呦，你这是要一门心思往上爬呀？哼，怎么着？我这个位置给你坐坐？那可不敢。谢长是劳苦功高，雄才伟略，我只能望其项背。更何况日后还需要您多指点，多担待。好说。快点儿！哎呀，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哎呀！哎，管事，莫急莫急，不过是个孩子罢了。脏了的衣服我来洗，我一会儿请您喝茶。喝茶。哼，今天没你的饭，给我饿着。谢谢。你长得真像你阿娘。你认识我阿娘吗？嗯。那我阿娘在哪儿？初八丑时，魏府后门。初八，瑞儿，阿娘，瑞儿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你们快撤。那我们去哪儿？去哪里都可以，只要我们3个在一起。走吧。都给我站住！我倒是谁啊？这大半夜的鬼鬼祟祟，原来是你们里应外合要跑啊！庞士元，跟我去见魏公，我看他要怎么要你的命！拿下！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他！别动！瑞儿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阿娘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们吧！哼，放过你们？凭什么？王长史，你只要愿意放过我什么都愿意做。王从，你有本事冲我来！好啊！2两3。啊，玉郎中来了。您上次要的药早就给您准备好了。这些药都是药性最强的，此药尤为甚，阿七他迟早扛不住。哦，那我都要向庄老板讨教讨教。啊，请教谈不上，若玉郎中不想让病人受苦，对症下药就是。你可别忘了，阿七也知道你的底细。诺玉姑娘，好了没？爷还催着呢，可耽误不起。啊，对，治病要紧，治病要紧。玉郎中，这些药钱啊，我还都给您记在账上，啊。您慢走啊。李从事，李从事，
此毒无色无味，不消半刻便可让七窍流血而亡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下到哪里，总之，我要李陵死。事成之后，我会放了小白脸和你们走。可你要是失败了，我会把你们全部交给魏公处置。你放开我！你拉着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疯了！这府上多少双眼睛在看，你不知道吗？从我们指挥那一天起，府里是有多少人议论，让他们说去吧。陆玉，不，对不起，我虽然不知道你的真名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的全家发生了什么，为何会死在唐军的手里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禀告朝廷，将你的冤情昭雪天下，还你全家一个公道。如果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个，那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可阿七还在他们手里，我们需要想个办法。你想的办法，把我叫到这里来就是你想的办法。看看吧，让我去给阿七下药的时候把他毒死，这就是庄瑶想的办法。你也一样吧？其实你们都一样，你们唐军都一样，让我觉得恶心。他虽然是唐军，可他也是阿七啊。我跟阿七认识那年，他只有13岁。这些年来，我们都曾将彼此交付给对方，是活里血里一起拼杀出来的兄弟。可如今他蒙难，受尽了折磨，却始终没有交代关于你我的半个字。无论是谁，我都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再伤害他，哪怕将陈府上上下下杀个干净，我也要拼出一条血路来救他出去。怒云，我跟阿七需要你。如果你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，绝对不会再施以援手。这乱世当道，多少的仇恨与苦难，可是严伯却选择了救你，而你又选择了去救其他人。不为别的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本心。我想在你的记忆里，一定还有大唐最初的模样。现在这世道，却不是当初的那模样。像陈靖变、魏惩之流，奸佞当道，扰乱朝廷，祸国殃民，使得百姓罹难，他们才是罪魁祸首，他们才是最可恨的人。而像你、我，还有阿七，我们虽身为世伯，但是我们聚沙成塔，众志成城。只要我们心有所愿，力有所行，我相信定能还一个盛世的大唐。别喝！谁？是你？别！我是说，那茶里有毒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吵！我问你什么，你就说什么，听到了吗？谁让你下的毒？是谁派你来的？是魏府的人，是王总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人，李从事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要杀你。浓玉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就原谅我好不好？
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那你不能待了。别杀我，真的别杀我！我是说，长安，你不能待了。好，不，我不能走，我哪儿都不能去。还在讨价还价？我真的不能走啊！我儿子和童兰还在他们的手上。如果我不按照他们说的做，我们3个都会没命的。我不能走。小瑞儿别怕，你看那些人再凶，他们也伤害不了我们，对不对？栾哥哥，我们走吧，我想跟你还有阿娘，我们3个人一起离开这里。那小瑞儿想要去哪儿？我听阿娘说，她的故乡在魏州，那里有大唐最蓝的天和雪一样白的羊群。那小瑞儿乖，你再睡一会儿，等你醒了，我们就一起出发去魏州，好不好？嗯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用你的儿子逼迫你，让你做事，所以你一直都是魏城的人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求求你们想想办法，救救他们。我知道你们2个都并非等闲。弄月，你不是一直在救别人吗？你也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好不好？我给你们磕头了，救救他们吧！别跪了，别跪了，坐吧。现在看来，就只有一个办法了。爷，弄玉啊，这2日你就要给咱家治病，又要到地牢里给那个人治伤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哎，我且问你，这世上有没有一种药，让人吃了以后能吐真言呢？爷您说笑了，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？不过，爷，您可是在为那贼人头疼。难道你有什么法子？爷的公事，奴婢不敢妄言。但讲无妨。奴婢只是觉得，那贼人现在就是想一心求死，好落得个青史留名什么的。一心求死，想得美。我倒是想起件事儿来，在我们老家有这么一档子事儿。这村里的屠夫婆娘是个母老虎，仗着娘家家大业大的，整天就对着屠夫是非打即骂。有一次闹得大了，她一跺脚就回了娘家。您猜怎么着？别卖关子。这娘家人非但没有帮她，还骂她不守妇道，对她一顿乱鞭打，就给抽回来了。从此以后，这小娘子是要多听话就有多听话了。弄玉啊弄玉，你可真是爷的小机灵鬼儿啊！废物！事情没办成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这李林谨慎得很，我想动手也得有机会啊。我有另一件事情要跟你汇报。这是什么？陈府的通行令牌，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。现在陈府的上上下下都在忙着那暗桩的事，老阉人的心思也不在这个上面。如果想要偷图，现在就是绝好的时机。如果拿到了图，那便是大功一件，王长士可前途无量啊！你当我傻啊？
那摘星堂里机关重重，就算我进得了陈府，也进不了摘星堂。这东西又有什么用啊？这堂里进进出出的，着实不便利。但是要用的话，一定会拿出来的。昨日，我在陈静边的书房的桌子上，看到了一个神奇的小木匣，我敢保证，那一定是暗夜流萤图。当真？云雨上钩，你有几分把握？并无把握，但要想一石二鸟，只能冒险一试。可这个计划里不只有你我，还有庞世远，你就这么相信他？你可曾听过他的箫声？没想到李从事还懂赏月。我是说，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他箫声中的忧伤从何而来，直到听见他说起自己的孩子。我相信他，也更相信你。伤势恢复的不错嘛，私下里多多照顾自己。我再去给您取药。来，吃饭了，快点吃饭了。我们是来救你的。有人劫狱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来人！看样子没几条活头了，为了他，咱们连一个都跑不了。对不起了，小兄弟，上面交代过，救不出你就不留全尸。没死。你想做英雄，可人家却对你弃之如敝履，还白白受了那么多的皮肉之苦，连我都替你可惜呀！哼，小子，我看你也是条有血性的汉子，只要你肯松口，荣华富贵应有尽有。嗯。戏演得不错。我们会来救你的，别上当。不过你们身上的胡骚味儿，小爷我早就闻见了。看有老子宰了你！不好，是摘星堂，是书房，走。真娘的！来，哎，有人！哦，这边那边。快点，把所有门给我封死，其他人给我追！是。这个你拿着。哎，你怎么不拿？哎。李从事没找到。李从事，没有啊。你们都去那边找找。是。人抓到了吗？谢长师都抓不到的人，我又如何能抓到？没用的东西，跟我走。是。你先拿着。你把这东西给我干嘛？拿着东西怎么跑？你先拿着，回头找机会给内功。府里上上下下都搜了个遍，难道还插翅飞了不成？一个长士，一个从事，也要你们何用？是卑职无能，对不住陈公。李从事，先别忙着谢罪。那贼人行窃的时候，我和爷可都在牢里审讯犯人，只有你在外面巡视。若不是你玩忽职守，失了心机，怎么可能让那贼人逃了？谢长士此言差矣。那贼人触发书房的警报时，我第一时间就封锁了所有的大门，就算他有通天的本领，也插翅难飞。反倒是谢长士，
第一时间便调走了所有的暗卫。明明那贼人还在府里，搞出偌大的阵仗，结果呢？抓到人了吗？胡搅蛮缠！你都给我住嘴！李曾氏在，起来吧。谢爷。奴有要事禀告。你来干什么？爷，奴看见有人从书房里偷了个匣子跑出来。你说什么？是庞师元偷了匣子？你看清楚了？奴看得分明，正是庞千金。唉，没想到我府中竟然养了个白眼狼。奴还听见庞千金和那贼人商议，要把匣子交给魏成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那贼人将书房当成了摘星堂，误以为拿到了暗夜流萤图。这个魏成竟敢跟我作对，绝饶不了他。爷，魏成欺人太甚，不仅是奴的仇人，现在都算计到了爷的头上。这魏成不能再留了。爷，奴有义气。讲。奴从小就爱吃樱桃碧螺，阿娘宠我，时常做给我吃。可是邻居家的小孩却经常跑来偷嘴，于是我就在那樱桃馅里加了一把巴豆粉，以后谁偷嘴谁拉稀，偷的越多，拉得越狠。你是将这匣子比作了樱桃碧螺，让我在匣子中设机关，毒杀魏成。事成之后，还可以嫁祸给李唐。此计真乃天衣无缝，两全其美呀！还是爷您神机妙算，奴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。是啊，陈公好计谋。爷，人带到了。东西拿到手了。哎，给我，爷，您看，你先下去吧。爷，有了这东西，那整个长安都是咱们的了。爷，小心有机关，我来。好。暗夜流萤图。你是狼烟口派来的？陈靖边是想杀你，但我今日来是为了大唐。你是李唐的人？魏成，你卖主求荣，勾结大燕，祸国殃民，大逆不道。我奉圣人之命，今日特此来诛杀魏氏反贼。
还不快去救火啊！魏府尹乃我大燕之栋梁，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啊！好嘞，奴心愿得偿，拜谢成功。青竹12口，黄蜂尾上针，可都比不上你这颗玲珑心呢。弄玉啊，弄玉，幸亏你是我的人呢。就送你们到这儿了，赶紧出城吧。一直往东走，就能见到驻扎在咸阳村的唐军。瑞儿，快来跟我跪下，谢谢我们的救命恩人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快起来！其实，李陵有一事相求。李从事，请讲。这里是从魏城府中拿到的长安布防图跟调兵令，请务必将此物交给驻扎在咸阳村的唐军手中，光复长安便指日可待。就算拼上我等的性命，也一定会把东西交到唐军手上。李陵在此，替长安百姓谢过二位。快走吧。哎，李从事，师元有句话想跟你说：这苍茫乱世，能在千千万万之间相遇，已经是良缘。你和弄玉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切莫相忘啊！瑞儿，红尘宿命，对峙而行本应该是擦肩，爱恨纠葛谱写故事开篇，转身之前，回眸之后一眼锁定万年，漫漫四季是翱翔你的长夜。花落花开度流年，今生来不及说再见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弄玉，你不把它收下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谢你了。你也知道，世元是个俗人，身上的东西都是俗物。但你看，这个上面是并蒂金莲，象征着心心相印，比翼双飞。你说这世界上哪个女人不希望有个男人可以为自己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的？说到这儿，我还真有点羡慕你呢。若你心里真的有他，你就把他带上，也算是我对你们的祝福。明日之事，不管成功与否，我们应该也不会再见了。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这场战斗不仅有你，有我，还有李陵。为了瑞儿和藤丸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魏城一死，也算了了爷爷您的心头大患。往后这长安城啊，便是爷您一个人的了。来，共同举杯。李陵、弄玉，
咱家要为你们记一个大大的头功。谢。不过是些骗人的把戏，真有能耐，去把地牢里的那个给办了。哎，谢牛，就算那个暗桩死不开口，咱家也有的是办法。也有什么办法？只要咱家出手，保管能调出他们背后的同党。唐军的壮士，我是来救你出去的。我可以冒险救你出去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必须要带我去引荐唐军，否则我现在就把你杀了。哼，你不是陈靖边的人吗？我凭什么信你？你不知道我在陈府日日受那非人的遭遇，我早就受够了。原来你也是个苦命的人。好，我这就带你引荐唐军。走。爷，我们就这么把人放走了，该不会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头了吧？哼，急什么？我这一招不光是黄雀在后，还有一石二鸟，躲在背后的唐军要抓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要挖出那只藏在府中的鬼。来，给爷来一段。阿七，醒醒，没人了。阿七，林哥，弄玉，阿七，林哥，时间不多了，陈府的人马上就到，那你们怎么办？我们自有安排。阿七就拜托你了。离这5里外有个仙阳村，那里有唐军的驻扎地，说不定你们还能遇到庞士元和童乱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跟阿七一起走，他现在的身子需要你照顾。你是怕我拖你们后腿？我不是这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此事之后，陈靖边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会对我有所怀疑。你留下一定会牵累你，离开长安，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你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李林，你说过，像我们这样的人身微势薄，一定要心有所想，力有所行。从前我信了，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那我都要问问你的真心，你信过我吗？你有没有一刻打从心里真正认可过我的价值？我有我自己的使命，把你留在身边，一定会害了你。我怕护不了你周全。玉姐姐，林哥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离开长安之后到凉州养伤，遇到了严伯，后来林哥就来了，严伯便把你的事儿跟林哥都说了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林哥就发誓一定要护你周全。我们做安庄的，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可是你知道吗，玉姐姐，林哥在认识你之前，从来什么都没怕过。
都给我围起来！是。有人来了，快趴下！谢长士，你怎么来了？幸好陈宫留有后手。原来你们两个才是唐军的暗桩。你们不觉得魏成的死太过于顺利了吗？爷的意思是怀疑李陵和弄玉。若是他二人真有什么不轨，你可知如何做？放心，我会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活阎王。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，我们怎么可能是暗桩？那你们两个怎么凑在一起？应该是你跟着他。废话，他都昏死过去了，我就不能上来问问？倒是你们，打草惊蛇，惊动了唐军，你担待得起吗？爷既然让我跟着你们，就已经怀疑你们了，所以现在我说你们是什么人，你们就是什么人。你这是栽赃！哎，你说对了，我先杀了你，再杀了他，我就说你们都是唐军的人，回去我照样跟爷复命，吃不吃啊，兄弟们？怎么着，还想跟我动刀？你的刀快还是我的弩快呀？我手指轻轻一勾，你就死了。我一箭射死你，然后就是你的小姘头。哎，我跟他可没关系啊！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你跟他有仇，你杀他就行了。我跟你一道回去，帮你指认李陵就是暗桩头脑。贱人，水性杨花！谢长胜，射他！我当初就该一刀砍死你！快点射他！这给我上！快走，快走，撤！兄弟们，一个也不留，给我追！是。报！什么？城南要地被唐军占领？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末将也不知。我们在换防的时候，有人拿着京兆府尹的调兵令，叫我们调离，唐军就攻进了。爷，呸！怎么样，满意了吧？还是死在你的手里。我们家阿七还真是武艺高强，活剐了他都算便宜。哎，等，这点就疼了。玉姑娘，借也不说话。这是什么？是我呈给李大夫的一封信。给我干什么？因为这封信是为你而写的。李陵找过我多次商讨你的问题，我也答应他了。此番除掉魏城，得到了护城图，又帮助了唐军，你显然是功不可没。我已经在信上替你上表陈情。凭借此信，倘若你真有冤情，李大夫一定会为你做主，查明真相，还你枉死父母一个公道。你的意思是要我亲手把这封信交给李大夫？眼下唐军收复多地，接下来的长安也会风雨飘摇。值此多事之秋，趋利避害，远离是非，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。至于你以后的生活，你有功劳在身，大唐一定不会亏待于你。怎么样？如此安排，你可满意？替我想的还真周到，多谢庄老板，让你费心了。怎么，
不满意吗？我听李陵说，你是为了让观天社替你报仇，才为他们所用。现在看来，想必没那么简单吧？难道你还想回到陈府，惦记那份暗夜流萤图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当如何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和我们便不是一条心。不是一条心，那又如何呢？既非同心，李陵早晚会被你害死，而我必须要保护他。保护他？刚绑好，别瞎嘚瑟。怎么保护？就像当时保护阿七那样，给我一包毒药送我上西天。既然我们不是一条心，不是一路人，不如回去。不要以为有功劳在身就可以蹬鼻子上脸。我过去看看。嗯。中药，怎么了？中药，弄玉，怎么突然争起来了？李陵，你说，你刚刚赶我走，是不是和这个姓庄的串通好的？没错，就是我们一起串通好的。礼堂大业不能耽误，岂能让一个外人在这捣乱？他不是外人。他是我们共同抵抗叛军、光复大唐的伙伴，更是一名出色的战士。冬雨，我为我的所作所为向你道歉。我虽然担心你的安危，却不应该擅自主张替你做决定，更不应该忽略你的价值。你别再说了，我要说，自打我潜伏进陈府以来，从未立下任何功绩，直到遇见了弄玉，我们一起救下了阿七。除掉了魏城，取得了布防图，协助了唐军，还有今日的谢牛，这桩桩件件，如果没有弄玉舍小义而取大义，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。弄玉于我而言，无异于天赐之良人，他若不在，我无异于自舍羽翼。我从来没有任何一刻比现在更需要他。他去我去，他留我留。丽玲，我让他走不仅仅是为了你好，也是为了我们日后行动方便。你现在身上肩负着大唐江山，肩负着亿万的子民，你在这里只为了一个女人，你枉为朝廷使命，你枉为我这些年对你的殷殷期许啊！李陵，我们会完成使命的。走。看这样子，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。今晚就在这将就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又裂开了？伤口沾了血水就容易感染，我来帮你看看吧。红尘宿命，对峙而行本应该是擦肩。爱恨纠葛，谱写故事开篇。转身之间，回眸之后一眼锁定万年。漫漫四季，是翱翔你的长夜。用这一夜，星辰作永别。
我去看看药。这一夜，星辰作永别。风起云淡复流年，宿命之地化作执念。今夕何夕，是烟火人间。今夕何夕，是烟火人间。唐军的反应怎会如此之快？哎呦，我的头剂药呢？弄玉爷，弄玉被您派出抓暗桩去了。啊！谢钮、李陵，爷，都还没回呢。去，把他们给我找回来！眼下长安城的天都快变了，抓几个暗桩有什么用啊？快去啊！是。哎呦！弄玉，你醒了，雪还下着，来，赶紧披上，别着凉了。琳琳，我想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再也没有秘密。你听好了，其实我的真名叫风姨娘，我的父亲是大唐将军封建业。李陵，李陵，动手吧！封将军，你是封建业的女儿，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，我只是听说过的。封将军一生文韬武略，赤胆忠心，凭节诗，降大伯律，一生当中战功赫赫，鲜有败绩，是我最敬仰的对象。鲜有败绩。是啊，我阿爷最大的败绩，就是被那叛徒出卖，安贼趁虚而入，失了潼关。朝廷不去彻查此事，却污蔑我阿爷叛国通体，下至赐死，连坐全家。阿爷一生效忠大唐，披肝沥胆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他泉下有知，又岂能瞑目？可怜我那阿娘和我那14岁的弟弟，也被乱刀砍死。也许是上天垂怜我死里逃生，活了下来。孤独、绝望、恐惧，最黑的夜、最苦的药、最难熬的夜，我都活了下来。现在在你面前的风姨娘，虽已千疮百孔，但也无坚不摧。我一定会找到杀死我阿爷的真正凶手，我要把他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，替我阿娘、阿爷还有小川报仇。我已经有线索了，
我找到了阿耶的宝刀玉灵玄。玉灵玄号称天下第一奇道，阿耶十分喜爱，从不离身。这次却辗转流落到了苏长明的手上，想必其中必有蹊跷。我加入观天社，进入禅府，就是因为我跟苏长明有约。待我取得暗夜流阴图，他便告诉我，谁是杀害我阿耶的真正凶手。我明白，此次无疑是与虎磨皮。我也知道你为我担心，现在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与你在一起，以后你的路便是我的路。正如你所说，不仅是为了百姓，更是为了我们。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助你收复大唐，光复长安。玉灵玄，不知道咱爹在家里怎么样了？小等学说早点回去吧，这仗再打不完，也不知道能回得了家去。来，喝吧。站住！小等学说早点回去吧，这仗再打不完。你动过我的刀？将军恕罪，回得了家去。小人刚才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喝吧。一时鬼迷心窍，所以才误了将军的宝刀。小子，我留意你很久了，你打我这把刀的主意，可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会用刀吗？放心，小人不敢。耍两下。是啊，你别担心啊。知道为什么叫玉灵寻吗？善使刀剑者胜，胜在一身傲骨。你既然喜欢他，那就至少要拥有这份喜欢的骨气。拿着他，站起来。毫无求胜之心，与投降无异，出招之间优柔寡断。再来！我现在站在你面前，我就是你的敌人。小子，有什么本事都尽管使出来吧！怎么会这样？你一定觉得好奇。方才你明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玉灵寻却能被我一招击飞。你要记住，真正的刀不在手里，而是在这里和这里。只要你把全部的心意灌注在刀锋之上，真正做到并除杂念，人刀合一，这世上任何一把刀都可以称之为玉灵寻。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军中是何职务？回将军的话，小人的兄长是逃兵，小人被贬为不良人，在军中不配拥有性命。小人是马官。那你把我的赵月白照顾得很好嘛？哎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在给金吾卫大将军做侍从的时候，不光修过马掌，还捡过马粪呢，那叫一个臭啊！小子，你要记住，人活一世，活成什么样儿，并不由出身决定，也不由他人决定，他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好小子，现在
你该告诉我叫什么名字了吧？我叫李陵。你是观天社的人。这城外破败，饭食怕是不好找吧？叫的怪温柔的，不会是在等情郎吧？怎么是你？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你等的情郎不是我吗？弄玉啊弄玉，到今天我们整整3月未见，我还以为你会想我呢，没想到你却别出心裁，送了我这么大一份见面礼。你还给我！你倒是跟我讲讲，天当被，地当床的滋味怎么样？我还不记得交给你过这种任务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别忘了，你是观天社，是我苏长明的人。我都快忍疯了，都没舍得碰你一下，你却在外面找野男人。原来堂堂观天社的苏少主也只会用强，还口口声声的说要拿人心让我心悦诚服，这就是你的手段。那野男人到底是谁？谁呀？谁呀？站住！怎么回事？弄玉，李陵，娘，没事吗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老熟人，他乡遇故知，这多奇妙的缘分！来，抱一个。李陵，你抓不到我的。我是兵，你是匪，咱俩没交情。哼，乔健美，薄情寡义，你选男人的眼光不行。你当年侥幸让你逃过一命，饶你不死，就已经是大恩大德了。没想到你不仅不知悔改，脸皮还越发的厚了。我这厚度，确实没法跟您比。我可听说，你前脚还是唐军的马前卒，后脚就成了陈靖边的看门狗。弄玉，这人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分明是个负心汉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还是跟我走吧。跟你走？去干什么？杀人越货还是巧取豪夺？恃强凌弱还是欺男霸女？难道要天天跟你一样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，活得像阴沟里的老鼠，人人喊打，人人唾弃吗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说呢？嘴都骂秃了吧？李陵，我的女人都被你睡了，你居然还这么理直气壮。苏长明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们观天社毫无瓜葛。你想要的东西，你自己凭本事去拿，我想要什么也跟你无关。弄玉，别被他骗了，只有我能帮你。我与李陵惺惺相惜，情投意合，这是我的选择。好啊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哼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今日你们2人，只有1人能离开这儿。至于是谁，你自己选。那我也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跪地求饶，要么身首异处。玉凌雪，他手上那把刀，是不是你阿爷的？正是我阿爷的宝刀。
那他根本不可能知道当年是谁杀了你阿耶。当年我从军中听闻，封将军的宝刀在守潼关战役中不幸遗失。后来我入了陈府，曾见陈靖边手上把玩过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你从陈靖边手中买来的，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当年的真相。陈公，请来。可你借此来哄骗姨娘，供她驱使，为她所用，我说的对吗？他说的可是真的。哼，是这样的，刀呢，确实是我从陈靖边手上买的，也花了不少银子。但我也没说错，只要你把流萤图搞到手，我自然也知道了。这上面肯定会记着你阿耶当年那些事儿，我肯定会告诉你。苏长明，你个混蛋！把刀还给弄玉。我没说不还呢，当初我本来都给你了，是你不要而已。哎，好，不斗嘴，还你，拿去。我们走。慢着，东西我都送出去了，我总能说句话吧。我想跟你打个赌，今日人和刀你都带走，但我敢说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会连人带刀送回我面前来。你做梦！谁输，谁死。好，我跟你赌。走。少主。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是啊，是啊。放心，这才刚刚开始呢，好戏还在后头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们马上就要进城了，不如我们先回同心坊，把御林寻放在封将军的灵前吧。对了，之前你说在陈靖边身边见过这把刀，那你知道这把刀是从哪来的吗？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听御妖奴说过，这把刀应该是安禄山赏给陈靖边的。我想必是在潼关战役失守之后，这把刀不幸落在了大燕军的手里。这个老烟狗，他也配？要是让我知道以前的事情和他有关，我一定把他碎尸万段。弄玉，不，姨娘，我相信封将军一定不会通敌卖国，从中一定有人作梗栽赃陷害了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出真凶，为封将军还有你全家昭雪平冤。丽莲，罪臣封建业背逆朝令，消极抵抗，通敌叛国，意图阻挠王化大业，企图造化安邦，除之则已，绝不宽恕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跟将军一直在战场上拼死血战，将军怎么可能通敌叛国？这位公公，我是将军的副将，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这里，我知道实情不是这样的。李陵，给我住口，别再说了。将军，别说了。大胆！你一个小小偏将，竟敢忤逆圣意！还有你，封建业，纵容属下抗旨不遵，你可知该当何罪吗？公公息怒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臣封建业皆知。但臣也相信天理昭彰，是非曲直，圣人自有公道。将军，下去，这是命令。将军，起来，走。将军，快点。走。
哈哈哈哈哈！阿燕，你放心吧，等长安光复了，我一定把你的名字刻上去。陈公请上手，这就是封建业的那把世间至宝玉里寻。果然是把吹好的利刃呢。爷，安禄山的特使到了。此番潼关大捷，全赖陈公运筹帷幄。陛下称赞您乃我大燕福将，而您手中的暗夜流萤图，则是取胜的法宝。能得雄武皇帝赏识，那是卑职的福气。为了大燕的宏图大业，卑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好，好。哎，那个封建业怎么样了？嗨，冥顽不化的家伙，我是苦口婆心劝了半天，可就是死活不降啊。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永绝后患。特使放心，我已经做了安排。今日封建业就会因为逃狱不成，死在乱斗之下。冯将军，对不住了，我们是来送你上路的。哎，将军，将军，陈经典，你这个狗贼！陈经典，长安我们回不去了，我们可以去西蜀，我们去西蜀找圣人，求他讨回公道。你听我说，我死不足惜，但是我大唐的基业，万万不可以毁在敌人之手。如今圣人西逃，陈经典献出长安，我大唐的半壁江山已经支离破碎。安贼一日不除，战争便一日不停，刀兵四起，生灵涂炭，百姓就没了活路啊！将军，那也得治好你。我早就知道，陈经典这个小人会是个大患呢。李陵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拿到他手中的暗夜流萤图。将军，那是对我大唐的未来胜利至关重要啊！将军，没用了，我活不了多久了。不是的，你还记得你偷摸玉林寻那天，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并不是由出身决定的，而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。将军，用你的手去为自己建功立业吧。你是我带过的最好的兵。将军，带上我的人头去见陈靖边，此人生性多疑，唯有如此，才能潜伏下去，拿到图。
动手！李陵，动手啊！这是军令啊！动手啊！将军，将军在天有灵，请助我一臂之力，铲除奸佞，光复大唐。我还得去趟鸡鸣药寺，给庄耀报个平安。等我回来。爷，唐军已经攻占了长阳城外不少要地，眼看就要打进来了。到现在，谢牛他们3个人还没回来，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慌什么？咱家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你说什么？弄玉是封建业的女儿？我必须告诉她。我必须告诉她一切。告诉她什么？告诉她是你把他阿爷的脑袋亲手献给了陈靖边啊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他知道了这个事实，无论你再怎么解释，听上去只不过是托词而已。你们的那些海誓山盟、浓情蜜意，都会瞬间瓦解。他只会对你们视为仇敌，对你更加恨之入骨。眼下正是关键时期，你我必须要尽忠职守。若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弄玉航生枝节惹出事来，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就都白做了。到时候你如何向圣人交代？如何向那些死去的兄弟们交代？你对得起以死相托的封将军吗？啊！我会选个合适的时机再告诉他。我告诉你，这些话你只能给我烂到肚子里。现在最关键的是不能让陆玉回到陈府，他一定会问陈靖边那把刀的事儿。这个你放心，我早就想过了，不然也不会借你为理由借故离开。我不能让他有危险。你要怎么做？我一个人回去，先把谢牛的事了了，稳住陈靖边，剩下的只能见机行事了。好，现在唐军主力已经都集结在了城外，暗夜留营图，务必尽快拿到手。好。李从事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您没事吧？李从事，陈公何在？我要见他。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弄玉呢？别提了，陈公在哪儿？爷正在见客。我问你，谢牛呢？谢牛？爷派谢牛跟着你们，你没见到？爷派谢牛跟着我们？我跟着弄玉和暗桩，谢牛跟着我，这是不信任我。陈公，我要见你。我说了，爷在见客。陈公，听到没有？陈公，谁在那儿吵吵啊？陈公，我听说您派谢牛跟着我，您是在怀疑属下吧？怎么会呢？当年你砍了封建业的人头，带着他的宝刀来见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永远都是我的人。苏少主，都听见了吧？这就是宝刀玉林寻的来历。方才你还在质疑他的真假，现在总
该相信了吧？原来如此。李陵在。见过苏少主，关天社18路响马的大当家。见过苏。免了。其实我们才在城外见过，还差点动起手来呢。他误把我当成唐军，幸亏我反应快，不然今日就见不到成功了。谁曾想，竟是自己人。是啊，当时我正在追弄玉衡的暗桩，可没曾想半路遇上了唐军，眼看人就要落在他们手里，我拼死去抢，无奈寡不敌众，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，又遇见了苏少主。当时还以为他们是乔装过的唐军，所以便动了一下手。放肆！苏少主什么身份？竟敢如此大胆，还不赔罪？罢了罢了，谁让我苏长明胸宽似海，大度能容呢？就不计较。谢过苏少主。李陵，弄玉呢？情况危急，来不及救，许是被那唐军抓去了。被唐军抓走了。好了好了，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弄玉的事，我再想办法。李陵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陈公。苏少主，请与我来。你要我从唐军手里救那女的？此女医术造诣颇深，咱家若是没有了她，这头风病犯起来，那可是要了命的。唉，怪只怪陈某手下都是些无用之人，哪像苏少主的关天社神勇无敌呀？陈公是想探我的底呀？哎，绝无此意。陈某是请托苏少主。你请托的事儿可不少，要我帮你打唐军守长安，还要帮你救女人，不管怎么想都不划算呢。哎，既然是你我二人联手，岂能让苏少主一人出力？你有人，我有图。那如果我把人救回来了，暗夜流萤图尽管拿去，尽情赏玩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李林啊，刚刚我可救了你一命，你该怎么谢我啊？那老东西找你，是不是想拿你当枪，让你守长安呢？聪明。老烟狗窝里斗搞死了魏成，如今大难临头，想要老子的队伍充人头，他这是把关天社18路响马的弟兄们当成了叫花子。你是这么骂他的吗？没有，我答应他了。交换条件就是暗夜流萤图。拜你所赐，弄玉是指望不上。按他的话来说，我要凭自己的本事。可你猜怎么着？老烟狗为了验证我的本事，居然还提了个要求，把弄玉找回来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所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说过，人和刀，我要定了。可你偏不信，还用命跟我赌。
如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赢。你一直没有揭穿我，其实就是想待价而沽，看看我能给你开什么条件吧。不管什么条件，女人和刀我都要定。我可以把你的底细透露给老烟狗，你看他会不会活刮了你？我也可以把你卖主求荣、斩首封将军的事儿告诉弄玉，你又猜他会怎么样？不管这个赌局的结果怎么样，你都输定了。我要是你呀，就把弄玉和刀都送回来，兴许我高兴，就把驼给你丑一眼，了却你生前最后一桩心愿。你要是想好了，就来有花有酒的醉香楼找我吧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如今苏长明也来插一脚，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那个女人靠不住。不过，她没有跟陈靖边揭穿你，就说明还有回转的余地。我来想办法。你要干什么？千万不能乱来啊！如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人和刀都交给苏长明。说不定能借着他的手拿到暗夜流萤图呢。李玲，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你？唐军要进长安城了！唐军要进长安城了！要进长安城了！唐军要进长安城了！你慢点跑！阿姐，玉姐姐，阿姐，有人来了！叶子，来，你别害怕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唐军。傻站着干什么？快进来！今日吃臊子面，不帮忙可没你的份。好。来，尝尝我的手艺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慢点吃。好吃好吃，我最爱吃你做的这口臊子面。你要是爱吃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。哪儿的话，你现在可是我的副将，又不是那伙夫，有这功夫练兵去吧。是。哎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娶妻呢？啊？还没有，我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方法。我呀，有个女儿叫阴娘，这孩子啊，虽然脾气臭了点，但是这个长得还是很漂亮的，脑瓜子又灵，谁娶到她，那是谁的福气呀！你小子要是有本事收服了她，那我不是天天可以吃上这一口了啊？你考虑考虑。好。我突然感觉到这面更香了啊！这次回去，陈靖边没有对你起疑，真是万幸。对了，那我呢？他准备怎么办？哦，他派人找你了吗？就算他不找我，我也会想办法回去，毕竟他的药不能停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眼底的颜色？眼底的颜色？这我倒没注意，怎么了？看来还没有到火候，不然他的眼底应该明显泛黄。之前没告诉你，我在他的药里做了手脚，为了不被察觉，一直控制了用量。你是说？我是担心，即使拿到了流萤图，真假也会难辨，所以用药把人控制住。按天数算，现在应该快到时候了。原来你一切都安排好了。
谢谢你，姨娘。少主啊，那个李陵不会在背后搞鬼吧？搞鬼也来不及了，他们已经是砧板上任人宰割的肉了。少主，有信送来。你看，他们还得来求我。玉姑娘，给您准备的药。请稍等。前几日营救阿奇的时候，庄某有些言语不当，还请玉姑娘别往心里去啊。庄老板客气了。等等，还有事？李陵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呀？跟我说什么？哎，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庄老板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啊，李陵啊，他这人就这样，无论出了什么事儿，他都要一个人扛。是陈靖边把苏长明叫过来的？苏长明就是一个唯利是图之辈，他为了得到暗夜流萤图，已经答应陈靖边据守长安，到那时候肯定又是一场血雨腥风，唐军的将士、城内百姓不知道又会死伤多少。怒玉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庄某作为朝廷暗桩，半生都在潜伏之中，至此山河飘摇之际临危受命。庄某之前经历了大风大浪，我一个人都闯过来了，可唯独这一次，唯独这次收复长安最关键的一次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！庄老板，你先起来说。长安失落以来，我们这些做暗桩的兄弟们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现在就剩我和李陵还在苦苦支撑。这次夺城能否成功，全系于情报传输之上。诺玉姑娘，不能再让陈靖边拿着流萤图兴风作浪了。庄老板，你先起来说话。玉姑娘，关于你的身世，李陵已经跟我讲了。我知道你是封建业的女儿，封将军一生戎马，为的就是能让大唐的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。你是他的女儿，你肯定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。庄某知道这些话不该说，可是为了我大唐江山，为了一朝黎明，为了李陵，庄某恳请封姑娘牵制住苏长明，换取暗夜流萤图。李陵，我刀和女人呢？说来说去，原来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，让我去牵制住苏长明，换取流萤图，不就是让我给他投怀送抱吗？诺玉姑娘，现如今也只有你能做到了。少主，您回来了，有人在等你。听说只有我和刀都归你，你才愿意帮大唐。你说话可算话。
我就是一马匪，干的都是伤天害理、出尔反尔的事儿。你说我说话算话？既然都来了，那就好好陪老子睡。把你伺候李陵那些本事都使出来呀！打我！你打呀！我上次如此待你，你百般不愿，怎么这次你就欲拒还迎了呢？因为你早就在嘴唇上涂好了毒药。再来！不打了，我认输。不打了？但愿赌服输。既然输了，就要有输的样子。我刀和女人呢？人和刀是不可能给你的。你，如果我连心爱的人和恩人的遗物都保护不好，那我还不如一个无赖。苏长明，你到现在还想不明白吗？就算你拿到了人和刀，你也不会是赢家。笑话。我苏长明就没输过。其实你自己心里很明白，就算你把弄玉留在身边，你也永远得不到他，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人，他只属于他自己。其实你真正想要的是我的命，不是吗？好啊，我给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把我的命给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和关天赦加入唐军。李林啊，你是不是走投无路急疯了？老子带着弟兄们吃香的喝辣的，痛快逍遥，为什么要想不通加入唐军啊？为了荣誉。荣誉？你个首任主帅卖主求荣的叛徒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谈荣誉？我现在在做的跟当年封建业主动献上自己的人头是一样的。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当年潼关失守之后，生人西逃，长安陷落，大唐危矣。封将军为了让我卧底在陈靖边的身边，拿到暗夜流萤图，所以才选择赴死，主动献身。你说的这些鬼话，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脱罪。你现在就可以砍下我李陵的头！关山度若飞，朔气传金柝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这是你们关天赦名字的由来，也是一直以来你们引以为傲的箴言。我相信，在你们的心底里，一定有着大唐男儿的风骨与豪情吧？是选择做一辈子的强盗马匪，为虎作伥，遗臭万年，还是选择做豪情侠义、义薄云天的好汉，重振苏天敖当年的风骨与豪情？选择权在你。其实，你好好想清楚，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？是男人，就勇敢地承认。难道你不想在大唐的煌煌青史上面留下你苏长明和关天赦的姓名吗？你给我住口！砍下我的头，然后带上你的弟兄们，为了收复长安、光复大唐，尽一份心力。这是我李陵最后的请求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会和他在一起吗？如果他死了呢？我绝不会妒火。
为什么不能是我？他有什么好的？就因为我是关天赦，他是唐军吗？在我时至今日的生命里，遇见过许多人，除了我阿叶，只有他，是一个为了做正确的事情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甚至尊严的人。你的命已经归我了，你的这颗项上人头就先寄存在你那。明日我要去陈府，你死了，有件事不好办。这是什么？把这个喝了，12个时辰后就会毒发。等我屠到手了，你就可以死你的了。走。你走吧，走吧。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女人，才会看不出我的好，喜欢李玲那种人。没见识的女人，我才不稀罕。陈靖边大势已去，他那艘破船，我才不上呢。那刘映图呢？我是脸皮厚，你和李玲才是真的不要脸。行了行了，我想办法把图弄到手，但我先说好，将来论功行赏，我要封官进爵。此话当真？在我没改变主意之前，滚！弄玉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，爷都担心坏了。爷在摘星堂等你们很久了，请随我来吧。摘星堂？嗯。哦，原来这儿就是摘星堂。苏长明到底是个外人，爷特意叮嘱，一会儿进了堂内，你盯紧点。嗯。爷，他们到了。陈公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图呢？于阳奴，还把快讯拿来。是。那月药。爷，药来了。哎呀。就等着这口呢。这次多亏苏少主搭救。那你
这药，这，哎呦，这药啊！是你，不错，毒是我早下好的。我的确要感谢你的药，没有你的药，我怎么会控制得了陈靖边？他又怎么肯将流萤图的全部内容告诉我？你们也不想想，老烟狗怎么会真有一张图？所有的东西都在他脑子里。原来陈靖边自己就是暗夜流萤图。现在他在我这里。你这不男不女的东西，等老子出去我就出去，做梦！小心！是玄铁，这人有毒！我身上常备解毒药，虽不是全效，但是可以勉强撑住。我也要一个，我不能死。不想死就赶紧过来帮忙！你给老子使点劲儿，等我出去打开杀气！闭嘴！姨娘，他把解药都留给了我们。真正的道不在手里，而是在这里和这里。只要你把全部的心意灌注在刀锋之上，真正做到摒除杂念，人刀合一，这世上任何一把刀都可以称之为御林勋。姨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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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姨娘，醒醒！假的。姨娘，什么假的？假的。你们也不想想，老烟狗怎么会真的有一张图？所有的东西都在他脑子里。陈靖边是假的。死的那个陈靖边，死的那个陈靖边是假的。你醒了，我先扶你起来。来，站住！军爷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出城？东都唐军盖印，原来是自己人啊！是啊，军爷，我们有紧要消息要通报给城外的唐军军营。放枪！做好了，插！药，爷，药，爷，药啊！药，停车！药，爷慢点。爷，我们此去范阳找史思明，您说走哪条路好啊？出雍州，向东至东都，再往北过冀州，直达范阳。此行共22日，转至蒲州，上分水。那里唐军据点少，唐军据点少。爷真是个万事通，
看来这流萤图全在你脑子里了。出发吧。驾！御妖奴，你们跑不掉的。真是没想到，摘星桃还没有把你们两个困住。我早就应该想到，我们平时见到的陈金边都是假的，真正的陈金边投机深重，绝不会抛头露面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他现在就在那辆马车。风姨娘，你是很聪明，但还不够聪明。上，快！你一直处在背后，要挟挟持陈靖边，究竟有什么阴谋？庄耀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，是我要带走陈靖边和暗夜流萤图，这一直都是我的阳谋，只不过你们没有猜出来罢了。倘若我要想让你们死，恐怕你们早就已经尸骨无存了。庄耀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和阿七，还有那些死去的弟兄们，我们那么的信任你，我们说好了，要一起共同谋划，一起隐居长安，一起光复大唐。说好的共同谋呢？说好的光复大业呢？庄耀，你为什么？我跟你们本来就不是一边的。我奉史公之命，潜藏在唐军内部已久，为的就是从陈靖边身边找到牵制大唐的秘密。我们只是目标相同，暂时同路而已。原来你是叛贼史思明的暗桩。李陵、于公，我们各随其主。于私，我真的把你当成了朋友。看今日的情形，我们只能刀兵相见了。你不要逼我动手。从今天起，你我不再是兄弟。你不要以为唐军收复了长安，就已经稳操胜券。但我将暗夜流萤图交给史公，日后一定会成就大业。你，庄老板，你真的以为暗夜流萤图已经建在你手中了吗？你也不看看马车内的陈靖边都是什么样子？这正是我想要的样子呀。你不要妄想通过配伍就能知道其中要领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。天山火毒鬼虽能镇痛，但若长期过量服用，轻则神志不清，任人摆布；重则胡言乱语，毒发身亡。我想请问庄老板，你如何确定陈靖边接下来所言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你又如何能做到继续施药是为了拖延病情，而不是一碗药就给他送上了西天？风姑娘，我真的是很佩服你，只有你才可以用药如神。不如这样，一起跟我投奔史公，日后我们共享繁华富贵，怎么样？休想！陈公，不如你来说说，给苏长明的那把玉林寻是从哪儿来的？还有，是谁提着封建业的脑袋和那把宝刀送到你面前的？是李陵。李从事，你来了。人是你砍的，头是你送的，这份大礼，咱家是高高兴兴的收下了。人是你砍的，头是你送的。李陵，你说，封建业到底死在谁的手里啊？到底死在谁的手里呀？李陵，你说话，你说话！你口口声声说封将军对你恩重如山，可你呢？你就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，为了自己日后的前程。李陵。
才是那个凶神恶煞、滥杀无辜的大恶人。我没有。姨娘，多说无益，报仇吧。杀了他，跟我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动手吧！李亮，弟兄们，给我杀！快上！快上！上！弟兄们，我们观天社的口号是：关山猪肉飞，朔气传金兔，给脸不要脸，拓扑有人会。解药，哎，事儿还没办完呢，别图没到手，你先死了。你不知道吧？你来找过我，他也来找过我。我这人又好面子，跟他闹着玩呢。你找过他？你也找过他？行吧，慢慢聊。走。啊。姨娘，对不起，我之前一直瞒着你。其实我认识你阿爷，风将军。如果不是遇见他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李陵。别杀我！别杀我啊！这里有暗夜流萤图，有暗夜流萤图。阿爷、阿娘、小川，我终于替你们报仇了。风将军，我会照顾好姨娘一辈子的。红尘宿命，对峙而行本应该是擦肩。爱恨转变，写故事开篇。此次去讨伐十四命，是光复大唐的最后一仗。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？好男儿征战沙场，建功立业，恋家可不行。要是我阿爷在，肯定上骂你。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李陵，再不出发，功劳可要被我抢光了。他要是殉了，我还有机会吗？你小子！行行，我去那边等你了。严伯，严伯，阿七，林哥，放心吧，啊，李陵他肯定会没事。你也来了啊，瑞儿，瑞儿，林哥哥一路平安。玉姐姐，玉姐姐，是你要走了吗？我不走，是你林哥哥要走。把这个给你。无论多久，我都会等你回来，直到海枯石烂，姨娘，直到天荒地老。等我回来。转身之间，回眸之后一眼锁定万年。漫漫四季，是翱翔你的长夜。花落花开不留念，今生来不及说再见。用这一夜，星辰作永别。风起云淡，付流年，宿命之地化作执念。
尘作永别。风起云淡付流年，宿命之地化作执念。今夕何夕，是烟火人间。今夕何夕，是烟火人间。